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陆家气氛颇有些沉重，毕竟隔壁还停着陆婉意尸体，老太太更是几次哭到昏厥，怎么也笑不出来。场中唯一笑容真切的，大抵便是裴氏了。长子大婚，娶2品大员嫡女为妻，足以让他挺起胸膛做人。而陆锦怀只觉身上钻心的疼。喜悦圣女前来祝贺。陆远则急忙迎着圣女进门。听闻陆家大喜，特意来讨一杯薄酒，沾沾喜气。陆大人不介意吧？圣女光临，蓬荜生辉，圣女快请上座。嘿嘿，我真聪明，光明正大来吃席。拜见敬礼圣女，拜见朝阳公主。陆远则心头乱糟糟的，这原本是他的女儿呀，可他半点不敢攀亲戚，生怕再次惹得陛下动怒。目光看向圣女身后几个壮汉，几人抬眸朝着他努了努嘴，眼中溢出一丝调侃的笑意。陆锦怀身形一震，勃然大怒：出去！此话一出，圣女脸色陡然阴沉。新郎官这是何意？这是不欢迎我们？陆远则怒瞪陆锦怀一眼：误会误会，圣女能来是陆家的福气。他目光微冷，暗暗瞪了眼陆锦怀。陆锦怀浑身紧绷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姑爷什么意思？以陆家今日的身份，完全是高攀小姐。行了，你也少说2句。双儿，你去清点嫁妆。双儿撇撇嘴，陆家给的彩礼真上不得台面，姑爷说好的借缘也差了10万8千里，还不如燕。双儿！江云锦厉声喝道。双儿这才闭嘴，红着眼睛出去将嫁妆入库。小姐，您别多想，锦怀公子上次时运不济，才考试失手，年后会试定给您争口气。陆家近来不顺，今儿冲冲喜，明日便转运。江云锦点点头，他神色微有些恍惚。陆锦怀换了身衣裳，推门而入。陪嫁丫鬟悄悄退出门。陆锦怀换了衣裳，擦了药，稍稍平复情绪，才回到新房。云锦，今日是我怠慢你了。昨日府上接连出现变故，锦怀心头难以平复，还望云锦原谅我今日之过。我知你举步艰难，锦儿不怪你，但你不能输给陆晏殊。这句话他压在心底没说。天色已晚，江云锦面露娇色，含笑着看着陆锦怀。相公，该熄灯了。陆锦怀听得此话，浑身僵硬，冷汗四涌。他强撑着笑脸，颤抖着双手解开江云锦的衣襟，呼吸接触的一瞬间，强忍恐惧的陆锦怀理智当场崩断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他好似什么也想不起来，只记得那屈辱的一幕，抬起一脚便踹在江云锦心口上。更让他难堪的是，陆锦怀竟猛地干呕起来。离我远些！离我远些！你什么意思？我令你作呕吗？江云锦从未受到过这等侮辱。你嫌我恶心，为何求娶我？陆锦怀，你什么意思？陪嫁丫鬟听得声音推门而入，瞧见这古怪的一幕。云锦，我并非有意折辱你。云锦，我定会给你赔罪。他无法启齿，甚至不敢泄露丝毫。他见陆锦怀结结巴巴，说不出个所以然。你要搓磨我，也不必如此折辱我。我为你背叛陆晏殊，为你抛下他，成了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你竟这般对我。早知如此，我何必选？他突地住了嘴，陆锦怀面上的愧疚一滞。好好好，说出真心话了是吧？你是不是后悔了？你后悔嫁我了？当初是你嫌摊子的，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陆锦怀气得夺门而出，江云锦低低地哭出声。他
嫌我恶心。丫鬟们面面相觑。新婚之夜，新婚夫妇恶语相向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他这个负心汉，他骗我！双儿满脸憋屈。还不止呢，奴婢实在憋不住了，陆家当真上不得台面，他们太欺负人了。小姐您的嫁妆差点没保住。按照惯例，婚礼第2日才请点嫁妆入库。素来儿媳嫁妆都属于私产，哪有婆家接手的？都是体面人家，还要不要脸？今儿下午奴婢去清点嫁妆，裴夫人竟然早已派人将嫁妆入库，幸好奴婢拦得快，否则早已搬走。双儿此话一出，众人都愣住了。体面人家哪有霸占儿媳嫁妆的？当时你与姑爷说贴心话，奴婢不好禀报，嫁妆被裴夫人拿走一部分，说是帮您保管。荒唐，荒唐！嫁妆乃私产，他们怎能如此不要脸？说出去都要被人戳脊梁骨的。江云锦也被惊了一跳，裴氏素来一副通情达理的模样，竟会霸占她的嫁妆。裴夫人说您少不更事，涉世未深，不懂打理产业，正好归在府邸一同打理。众人皆是无语，对陆家更添一份鄙夷。传闻当年陆家本就清贫，是原配许夫人用嫁妆养着婆家，甚至连裴夫人和姑爷养在外头18年的花销都是许夫人的嫁妆。许夫人一和离，陆家便亏空的厉害。奴婢今儿打听了一圈，双儿嘴巴伶俐，出手又大方，打听到不少消息，说是陆家连奴仆的月钱都欠着。众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实在令人震惊。他们不会拿小姐的嫁妆养全府吧？毕竟他们有前科。寂静，诡异的寂静。还剩多少嫁妆？拿走多少？拿走1/3，剩下的已经收进司库，入了账册。将司库钥匙给我吧。江云锦知道他的嫁妆必定要不回来，只能尽力保全剩下的。他知道陆家日子艰难，毕竟裴氏没家世没家底，但从未想过已经无米下锅的境地。他脑子嗡嗡的，可他没有退路。正说着，陆景怀的贴身小厮满脸谄媚的入门。少夫人，大公子特意差奴才来禀报一声，这几日府上多事，大公子彻夜难眠，本就偶感风寒，今儿接亲又出一身汗，症状加重，头晕目眩，犯恶心。方才大夫过来才知他强撑着高热接亲，他一身喜服早已湿透。他本欲不告诉您，害怕您担心，却不曾想伤了夫人。江云锦心头的委屈有几分松动。他自己不会解释吗？大公子烧得厉害，生怕过了病期给您，不敢前来。病得可厉害，大夫可否开药？小厮见他怒容退下，才偷偷松口气。病得说胡话呢，大夫开了药，想来休息几日便能恢复正常。小厮面上笑嘻嘻，心中却叫苦不迭。大公子为何抗拒与少夫人同房呢？这又能拖延多久呢？此刻忠永侯府的牌匾悄无声息地撤下，挂上陆宅牌匾。陆远则跪在大门前，老泪纵横。他是侯府的罪人呐，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陆昭昭吃完喜宴，舔着圆鼓鼓的肚子，嘿嘿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，您可要撑住呀。陆昭昭回府时，天都黑了。玉叔摸摸她的肚子，满面忧心。又吃撑了，夫人定要骂我。小小姐乖巧听话，唯独面对鸡腿时毫无定力。一人吃饭一人当，我积极挨骂。您还怪讲义气的。玉叔捂着嘴偷笑。您蹲这儿做什么？追风要吃夜宵啦。刚说完，便见小厮端着个大盆走出来，各种肉干、鱼干、果蔬极其丰盛。陆昭昭扬起肉嘟嘟的小脸，笑着摊开手：“小小姐，您今儿肚子溜圆儿，可不能多吃，明日再来多拿，好不好？”陆昭昭遗憾地摸着肚子，恋恋不舍地哦了一声：“您天天夜里都来吃追风夜宵？”
瞧见他和小厮的熟稔程度，只怕早已混熟。陆昭昭心虚的一笑，夫人天天给他控制饮食，合着他天天蹭追风夜宵，难怪吃素都能重3斤。陆昭昭进门时，二哥正低着头跪在许氏面前，许氏黑着一张脸，眼眶通红，似乎闹了矛盾。啊，二哥挨打了，打了二哥就不会打我了吧？我就是多吃点拌饭。娘亲，你怎么啦？问你哥，还不是他干的好事？他竟然偷偷参军，战场上刀枪无眼，若出事怎么办？如今各国之间本就关系僵持，随时都会开战。娘，不蒸馒头争口气，儿子想给您争口气，也给自己争口气。他宁愿将我们逐出家门，也要迎外室入府，如此轻视咱们。儿子定要活出个人样。大哥走科举，儿子愚钝，愿意从军。娘，儿子喜欢军队，想要建功立业，求娘给儿子一次机会。被逐出家门，被划去族谱，孩子们心中都憋着气呢，想要一飞冲天，想要让陆远泽刮目相看。二哥确实很适合军队。许氏眉眼微动，瞧见儿子卑微祈求的模样，叹口气：罢了，你且去吧，只必须注意安全，一切以生命为重。许氏终究选择了放手。儿大不由娘，孩子已长出翅膀，他应该放手任他们闯荡。娘，谢谢娘，儿子定不负众望。这一刻，他心中燃起了熊熊烈火，是要闯出一片天下。他偷偷揉了揉肚子，这段时日在军营的日子并不好过。许家从文，当初侯府一时走的文臣路子。陆昭昭看了眼二哥，见二哥偷偷揉肚子，便知他受了伤。他爬上椅子，颤巍巍倒了杯茶，从空间碾碎一片丹药，沉入水中。二哥，喝水。也不知是不是错觉，还是心里甜，他竟喝出了一丝甜滋滋的味道，甚至连身上的疼痛都减轻不少。妹妹倒的水真甜。嘿嘿，给二哥加点料，喝完百病全消，神清气爽。陆正月眉眼露出惊喜，他家昭昭真是个宝贝。果然，此刻体内暖洋洋的，好似有一股力量自丹田而出，虽然微弱，但对如今的他来说正好。娘，儿子回房打拳了，娘早些歇息。陆正月心里痒痒，当即告退。徐氏扭头看向陆昭昭：你啊你，又吃撑了。许氏简直头大。昭昭，娘想到你整日不知饥饱，焦虑的通宵都睡不着觉。啊，通宵睡不着啊。许氏无奈，只得让玉书给他按摩肚子，将他抱下去。深夜半睡半醒之际，突的床前冒出个披头散发的女鬼。啊！夫人怎么了？烛光亮起，小小姐，您在夫人屋里做什么？娘，你不是睡不着吗？我来看看娘是不是真的睡不着。许氏无语，做你的娘真是生死难料啊。您呢，差点将夫人吓得魂飞魄散，下次可万万不能如此行事了。登之见他小脸满是茫然，不由叹气。正2岁的孩子尚且还不懂事儿呢。罢了，下个月就要上学，也快活不了多久了。什么噩耗啊！前2日陛下召我进宫，谈及你聪慧伶俐，应当早些上学。寻常皇子3岁启蒙，你2岁入学，倒也不算出格。昭昭保留一部分前世记忆，却又浑浑噩噩记不清楚，总是似懂非懂，懵懂无知的样子。许氏觉得早些入学也好，免得长成法外狂徒。陆昭昭也没想到啊，他只是来看看娘睡没睡，竟然听闻如此噩耗。上学？我才2岁啊！天都塌了，拥有7个神灵弟子的上古大能，这一刻天都塌了。娘，我不想上学。
我还是个宝宝呢。娘，我再也不偷吃鸡腿了，不上学好不好？不要钱的好话一箩筐。上学就见不到娘亲了。昭昭会想你。昭昭，读书是好事儿。若昭昭只是个普通人，略识几个字也就罢了。可他拥有的力量太过庞大，万万不能走歪半步。再者，他真无法忍受昭昭的文盲了。陛下办了个小小班，里边皆是7岁以下的孩童，或许你能交到好朋友呢。昭昭2岁，至今没有一个朋友。为什么需要朋友？强者不需要朋友。陆昭昭大为不解，许是心头一噎。强者注定是孤独的，弱者抱团取暖，强者独来独往。况且我不是没朋友，我跟他们做朋友，他们只想做我手下。许是闻言叹气，好像有点道理。朋友也就罢了，但上学一事避无可避。许是很果决，读书没得商量。陆昭昭耷拉着脑袋，就像被霜打蔫的茄子。许是不忍心，却又无可奈何。登之将昭昭抱回寝屋。小小姐，奴婢小时家贫，想认几个字都认不了。能读书是好事儿，在贫苦百姓家中，若有人识字，那都是极有脸面的光彩事儿。玉书劝了几句，但心中也明白，小小姐才2岁，哪里听得懂大道理，只怕要难过一阵子。玉书给她掖好被子，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。我要出去流浪，我要去浪迹天涯，我要自己养活自己，我要去捡破烂。2岁的奶娃娃气得要流浪，走之前还不忘拿走自己的奶壶。小家伙趁着众人熟睡之际，一道灵气打出，玉书便软软倒地。追风，走，咱俩浪迹天涯。带着追风便钻狗洞。夜里谁也不知朝阳公主离家出走，浪迹天涯了。自由的味道。她张开双臂，背后背着个小包裹，刚出门吧唧就摔了个大马趴。小家伙鬼鬼祟祟的左看右看，拍了拍自己身上的灰，装作一副什么也没发生过的淡定模样。我们去桥下睡觉觉好不好？拱桥下可以遮风挡雨。小家伙刚靠近，便瞧见桥头下躺着几个乞丐。哪里来的孩子？去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乞丐们见他穿着干净，面容白嫩，便猜是哪家走丢的孩子。我要当乞丐，我要浪迹天涯。几个乞丐几乎气乐。哼，赶紧回家吧，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谁家孩子大半夜跑了？陆昭昭才不搭理他们，他让追风躺在地上，他躺在追风厚厚的绒毛上，给自己盖得严严实实，怀里还抱着保温的奶壶，里面灌满热水。几个乞丐看懵了。哼，你还有备而来。待昭昭熟睡，胆子可真大，倒下就睡。估摸着哪家小姐偷跑出来浪迹天涯了。这小家伙看着乖巧，还挺叛逆，给他守着夜，免得让人拐了。陆昭昭一觉睡到大天亮，丝毫不知整个陆府都因他的浪迹天涯吓得魂不附体。夫人，姑娘丢了！你说什么？昨夜他还来房中吓唬自己呢。明明奴婢守在门口，可早上醒来房里没人。奴婢派人在府中四处搜寻，都不曾见到小小姐踪迹。玉书又有些惊疑不定。奴婢夜里和玉琴轮流值夜，昨晚原本该奴婢守门，可不知怎么回事，奴婢毫无知觉地睡了过去，甚至明明奴婢连一丝睡意都没有，不知怎么就昏睡过去。她醒来又不曾感受到药物的痕迹，许是面上一致，能悄无声息弄倒玉书，只怕不是贼人，唯有他的小土豆。先瞧瞧去。追风，你身上真暖呀。小家伙，快点回家，
有家不回，当心冻死。还凶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试图把他吓退。你信不信？你在外走2日，狗都要被人抓了煮火锅。陆昭昭才不怕，这3人虽恶声恶气，可他感觉不到丝毫恶意。我才不回家，我也要去讨饭。3个乞丐面露担心，跟在身后。屋中没有打斗，也没有外人入侵的痕迹，衣裳鞋袜都不在屋中，说明他是穿戴整齐离开的。若是贼人，压根儿不会有穿戴时间。奶壶也没了。门外小厮来禀：夫人，追风也丢了。哦，还有追风的肉干，丢了1袋。众人面色诡异。他离家出走了，小土豆竟然离家出走。快看，桌上留有书信。桌上放了张纸，拿起纸张一看，勉强称为信吧，很有文盲特色，画了一根火柴，画了条狗，一人一狗，浪迹天涯。陆元宵这一刻脑回路和陆昭昭同频，怪我，都怪我。昨夜我将他要上学之事告诉他了，当时他情绪便有些不对，却没想过他竟然离家出走。小土豆还挺叛逆，胆子真大。娘放心，昭昭就是一时抵触罢了，您现在将他找回来，恐怕还有的闹呢。再者，身边有暗卫看着，出不了事，让他流浪几日，看看外面的日子好不好过。陆晏殊轻笑，小土豆胆子真肥啊。我赌3天，他会哭着回家。我赌2天。此刻的众人绝对想不到，熬不住的绝不是陆昭昭，哭着上门的也不是陆昭昭。那边有钱人多。陆昭昭知道哪里官员多，哪里有钱人多，当即便往那边走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走那边，那边是刀疤的地盘，乞丐也有地盘划分的。老乞丐前段时日差点被刀疤打断腿。凭什么？天大地大，哪里讨不得？陆昭昭气鼓鼓的，在家要上学，讨个饭还有势力划分，气不气？他头也不回地往街上窜去。叔叔，行行好吧，叔叔给个馒头吧。包子铺的老板给了他2个包子，他吃1个，追风吃1个。追风，有我在，绝对不会饿着你啊！素的一起分，荤菜，荤菜。突的身后传来一道凶神恶煞的声音：喂喂喂，小乞丐，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，你也敢来这里讨饭？为首的刀疤脸面色凶狠，眼神凌厉，手上拎着一根棍子，众乞丐皆以他为首。刀疤哥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过他行不？这孩子与家里闹矛盾，不是想抢您的饭碗。刀疤冷笑一声，眼神落在陆昭昭身上，神情一顿，狐疑地看着陆昭昭，有点眼熟。小贵人，是你吗？上回相识放榜，你叫我带人去钟永侯府讨喜钱来着。他便是那搞事的乞丐，老熟人呐，这是陆昭昭的老熟人。嘿，你还给了我赏银呢。哎，你怎么出来讨饭了？此刻的陆家流浪1天，小土豆知道错了吗？登之收到暗卫消息，神色诡异。小土豆改名了。他说他叫丧彪。他叫什么？许氏满脸震惊，怎么还给自己改了名呢？大抵嫌陆昭昭不够霸气，他给自己改了个名儿，叫丧彪，江湖人称彪哥。彪哥，许氏笑得眼泪直掉。消息给皇帝送进宫了吗？送了，陛下早中晚问好几回呢。可以想象，皇帝能笑到怀疑人生。再忍忍，再忍忍，这小家伙想以流浪拿捏我和陛下，不出3天，定要哭着回家。让暗卫务必看好，每个时辰回来禀报消息，给他们本月3倍月银，绝不能让公主受伤。许氏千叮咛万嘱咐。奴婢明白。现在小土豆去哪里讨饭了？咱们装作路过去瞅瞅。登之偷笑，知晓他挂念昭昭。在桂平巷讨饭呢。他倒聪明，那条街住着达官显贵。许氏往门外走去。你今日怎么不上朝？每年有15日年假，
我18年不曾修，这次我全修了。许氏惊讶至极，朝堂上一个萝卜一个坑，皇帝竟能让他修近1年。且镇国将军的位置极其重要，陛下竟然同意。陛下大度。大度个屁！皇帝不同意，他和他爹抱着皇帝的裤腿哀嚎。皇帝无奈，才允他1年假追媳妇儿。小小姐，奴婢看到了小小姐。许氏一抬头，便见陆昭昭牵着狗，身后跟着一群乞丐。乞丐在他面前服服帖帖，极其恭敬的样子。瞧他过得不错，许氏稍安心。小土豆回家吗？彪哥，那个女人叫你小土豆。她认错了，上标才符合我的身份。滚开滚开，别挡道！哎，是何硕王爷？豫南王正好下朝，特意来银楼替王妃挑些首饰。他眼光一瞥，便瞧见脸上脏兮兮的陆昭昭，以及他身边标志性的那条狗。谢玉南咬了咬牙，陆昭昭上回讨债惹得媳妇儿回娘家住了几个月，他下巴一抬，啪嗒一脚将陆昭昭讨饭的小碗踢飞出去。碗，我的碗！滚远点，臭乞丐！陆昭昭急了，哎，别去，那是先皇的弟弟，当今圣上的小皇叔，惹不得。陆昭昭眼睁睁看着他进了银楼，陆昭昭气得跺脚。我的碗，我的碗！许氏瞧见这一幕，心头一紧。我只是想讨钱，他却砸我的碗。陆昭昭生气了，我偏要去他们家讨。陆昭昭二话不说，便带着小弟叩响了豫南王府。算了吧，咱们乞丐遇到这种事很正常。可你们是我上标的兄弟呀，跟着我不能受委屈。刀疤无语，讨饭不是这么讨的，快走！谁讨饭上去敲门啊？我把我的碗给你啊！吱呀，王府大门微开。作死啊！乞丐上门，晦气！赶紧滚！竟敢敲王府大门！侍卫将众人驱赶出去，随即关上王府大门。真狼狈呀！这下该回家了吧？被关在门外的陆昭昭气得小脸通红。你们在外面等我。他熟练地绕着王府城墙走了一圈。追风，等我啊！弯弯，本王替你选的发簪，喜欢吗？王妃生完3个月，如今身姿越发动人，两人肌肤相亲，呼吸交缠。他已经1年多不曾碰媳妇儿，此刻整个人都是兴奋欢喜的。我总觉得好似有人偷看，他总觉得浑身不自在。弯弯多虑了，这可是王府，谁能进门？气氛越发暧昧，情动之时，还我的碗！稚嫩的嗓音从床下传来，谢玉南浑身一僵。还我的碗。行好，赏点钱吧。本王只打碎了你一个碗。我只想讨饭，但你踢碎我的碗，让我上标，很没面子。这很影响他的脸面呢。你2岁的奶娃娃，要什么脸面？谢玉南一脸震惊，见媳妇儿面色通红，死死瞪着他。他急忙单手提起陆昭昭的衣裳，将她拎了出来。孩子的脸就不是脸吗？就不给讨，你怎么样吧？本王最大的秘密，你已经捅给弯弯了。本王没什么能被你威胁的了。谢玉南从小骄纵长大，朝堂上敢和皇帝呛声，如何能忍耐自己几次3番被陆昭昭威胁？他自认自己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。你看本王做什么？本王对弯弯没有一丝隐瞒。你藏私房钱。切，哪个男人不藏私房钱？房梁下，床板底下，花园里第3棵树底下，还有茅房里。陆昭昭毫不客气地指出他所有的私房钱。给弯弯，全都给弯弯，大不了本王不藏了。看你能奈我何？陆昭昭挠了挠头。还有什么话说，小叫花子，滚出王府吧！本王可不似朝中大臣给你脸面。
谢雨楠轻斥，他自出生就不曾受过委屈。其实我只想讨饭，不想讨到你家破人亡。他神色不屑，满脸傲气。你说本王没什么怕的，你讨个饭还能讨到家破人亡？谢玉楠神色轻松，半点不慌。你在外征战时，先皇驾崩，他想从……最后一个字还未吐清，陆昭昭被捂住了嘴。他捂住陆昭昭的手都在颤抖，那一刹那，浑身血液倒流，一股寒意直冲天灵盖，甚至引得他浑身汗毛倒立，牙齿都在发颤。他极力控制自己的表情，挡住暗卫的视线。他早已知道皇帝在朝阳公主身边安插了暗卫。行了，不就是想讨饭吗？讨，给你讨。一进门，他忽地浑身发软，扶着墙才站稳。你让我说的。谢玉楠啪嗒直接跪下，求求了祖宗，我再也不跟你贫嘴，求你千万别提，任何人都别提。儿女年幼，还请朝阳公主嘴下留情，如果可以，晚上不要说梦话。若她不是朝阳公主，他现在一把就能拧断她的脖子，将秘密掐死在摇篮。只刹那的功夫，他浑身衣裳都已经被浸湿。他现在很后悔，为什么要踹他碗？虽说他和皇帝一个九族，可他有自己的血脉，自己的子嗣啊。我管得住自己嘴，可我哪管得住梦话？见谢玉楠面色苍白，他顿了顿。大哥说与人谈价要适当的停顿，给对方心理压力。谢玉楠一言难尽，到底谁教给他的？明知他做戏，偏生他真怕了。谁让这秘密能株连九族呢？除非行行好，赏点钱吧。吃饱我就不说梦话了。还有还我碗。我的初衷只想讨饭，是你先踢我饭碗的。谢玉楠一口血哽在喉咙，咽不下去，吐不出来，绕来绕去，仅仅因为踢了他的碗。给你，都给你。谢玉楠哭了。陆昭昭，你是我的克星啊！是的，他有个大秘密，足以被血洗满门的秘密。他是父亲老来子，自己出生没多久，老父亲就没了。先皇是长子，亲自抚养他长大，一边打天下，一边养育幼帝，倾注的心血比对宣平帝更多。当年先皇突然病重，接连3道急诏要他回京。传信儿的是个小太监，将书信交给他，当场咬舌自尽。他打开急诏，里面只有一块玉佩，是前朝薛氏皇帝的贴身玉佩。先皇当年推翻前朝，悄然留下做了纪念。那一刻，他明白了长兄3道急诏的意义。先皇想要传位于他。等他3天3夜不停歇，中途跑死几匹马赶回京时，先皇已经驾崩。新帝宣平帝顺理成章地继位。事后，他将玉佩磨成粉，亲自撒入护城河中，不敢告诉任何人。事已至此，若流露出消息，他这一脉都会被斩草除根。第2天了，昭昭知错了吗？玉南王有没有将他赶出门？玉南王将他的丐帮小弟请进王府，大吃大喝了。对，他已经统一丐帮。统一丐帮？他才2岁，虽然才2岁，可他能让玉南王请乞丐们吃饭呢。放眼北朝，乃至全天下，哪个乞丐能进王府用膳呢？原本他只是这一块的地头蛇，现在全城的乞丐都想投靠他。许氏心头有些怀疑，才2日，不至于吧？犹豫片刻，便听得前院来报，和硕亲王来了。素来桀骜不驯的天之骄子，此刻红着眼睛站在陆家。许夫人，听闻朝阳公主与家中闹矛盾，已经流落在外2日。哪里还有平日的盛气凌人？昭昭心性单纯，尚且年幼，只是与家中开玩笑罢了。许氏才不会在外人面前揭短。许夫人，
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按照辈分，公主算是本王的晚辈，咱自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谢玉南直接攀上亲戚，给许氏都整糊涂了。京中本就混乱，朝阳公主聪明伶俐，天资聪颖，若独自在外结交三教九流，只怕容易走歪呀。当然，本王并不是说朝阳公主不好。谢玉南求生欲满满，她如今尚是一张白纸，结交什么人，便会涂抹出什么颜色。谢玉南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许氏心中对王爷颇为改观。许夫人万万不能任他流落在外啊！快回家吧，本王真的受不了了。多谢王爷挂怀，昭昭之事我定会慎重对待。大抵是昭昭带乞丐吃饭的缘故，吓到王爷了。许氏到底是个独居妇人，她不好久留，只得就此作罢。谢玉南前脚刚出门，后脚太子登门，劳烦许夫人将昭昭带回家吧，姑实在承受不住了。太子擦了把汗，单刀直入。昭昭说，太子不如叫花子有出息，叫我一同去讨饭。每日下朝便有小乞丐守在宫门前，姑觉得他已经乐不思蜀了，混得风生水起了，再不回家怕是不愿回。明日便是他继任丐帮帮主的继任仪式。太子扶额，他已经快混成京城一霸了，彪哥的名讳传得比朝阳公主还广。登之，备马车，生怕慢一步，堂堂公主就成京城一大恶霸了。昭昭，昭昭，小土豆起床啊！是娘亲的味道，第一次梦到娘亲呢，以前都是鸡腿。陆昭昭强撑开眼皮，便瞧见许氏笑吟吟地看着他。哎，娘亲，娘亲，你怎么来啦？你也要来投靠昭昭吗？陆昭昭忽闪着大眼睛，一脸期待。娘可不混江湖，娘带你回家。我今天还要当老大呢，怎么办呀？娘已经与陛下商议，再推迟1月入学，你看可好？而且每日只上半天学。陆昭昭心头犹豫不决。每日课间还加1次点心。好的，娘，我马上回家。生怕晚了娘就后悔。彪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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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亲，我要和朋友们告别。许氏点头应下。那这是我讨来的钱，你安置小弟，我会出来看你们的。彪哥，你放心，我刀疤一定安顿好兄弟们，绝不让你失望。你永远是我们的彪哥。短短3天，江湖上便流传着彪哥的传说。昭昭，你闯荡江湖回来啦？收获怎么样啊？二哥比你闯荡江湖赚钱多了。哎，二哥闯荡半年还不够我讨3天饭呢。算了，自家哥哥笨点，养着吧，就当个吉祥物也行啊。陆正月面上笑容缓缓一滞，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呢？刚进门的陆元宵默默闭上嘴，眼里满是幸灾乐祸。待陆晏殊回府，众人一同用了晚膳。刚放下碗，便听得小厮急匆匆来报：夫人出事了！什么事大惊小怪？莫要惊了小姐夫人。登之姐姐10万火急啊！方才侯陆宅那边闹哄哄的，听说老夫人忽然昏倒，不省人事，歪嘴流口水，好像中风了。是被气的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仔细说来。这段时日陆宅不顺，裴夫人便自告奋勇，说要去小佛堂抄写经书，为陆家祈福，接连抄写半月，甚至夜里都歇在小佛堂。今儿夜里，老太太临时起意要去佛堂上香，并未告诉任何人，也不知撞见什么，受到刺激，直接栽倒在地，磕在桌边，当场脑袋见血。等清醒过来，便歪嘴流口水，说话都不清楚。众人惊愕不已。活该，骗娘18年，这就是报应。元宵，在家中骂也就罢了，在外可说不得。你还要走科举，万万不能给人留下把柄。哎呀，
听说裴氏把平头剃了头发，冒充高僧住进家中了。老太太不会当场撞破了吧？想吃瓜，疯狂的想吃瓜。你们虽被逐出家门，划去族谱，但在世人眼里，终究有养育之恩。老太太出世，走一趟，反倒能堵悠悠众口。晏殊会试在即，正月刚入军营，元宵明年要参加童生试，要多留时间看书，所以母亲替你们走一趟。娘，我也想去。想给祖母尽尽孝。我要走在吃瓜最前线。许氏本不想带他，可又怕他跟那群丐帮兄弟浪迹天涯。罢了，与我一起吧。你们放心，好好博前程去吧。娘变了，想看笑话，想落井下石的眼神，藏都藏不住。你不觉得他逐渐招化了吗？几人一愣，还真是，越来越像陆昭昭。哎，登之姐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一看身后，瞧见夫人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夫人，离开了你，咱们的日子真难过。别贫嘴，听说老太太中风，夫人心善，特意替几个哥来瞧瞧。登之笑着递了赏银过去。公子们心善呢，夫人快请进。老太太受到刺激，中风不可逆，家眷只能好生料理。太医叹口气，便带着药童离开。陆远则万分不解：娘，你到底怎么受的刺激啊？裴氏悄悄捏紧了衣角，听得许氏探望，一屋子人霎时朝门口看来。曾经不入眼的古板女人，不知何时褪去满身疲惫，变得灵动柔美。裴氏死死紧捏帕子，陆远则眼神都快粘在许氏身上，让他记恨不已。你来做什么？看好戏吗？哎，猜得真准。我可不似你这般上不得台面，我与老太太18年婆媳关系，从未红过脸。我来看看她怎么了。许氏靠近床榻，老太太眼歪口斜，嘴里流出晶莹的口水，竟是已经瘫痪。许氏擦了擦眼角虚假的泪水。你怎么照顾老太太的？这18年，老太太生病都是我端屎端尿，彻夜不休照顾的。你才进门1年，老太太怎么就中风了？你也要对老太太尽心尽力，不可假手于人。照云娘说的做。裴氏气得直咬牙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！我当老太太亲娘一般照顾的，为了给她抄佛经祈福，在佛堂住了半个月。老太太一听此话，眼睛瞪大，面色涨红，似乎情绪极为激动，明明动弹不了，但她整个人都在抗拒。她嘴巴歪斜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激动处甚至开始流泪。她死死瞪着裴氏，发出绝望的哀嚎声。老太太似乎在反驳：听说老太太去佛堂才受到刺激中风，你在佛堂做了什么？我当然在抄写佛经。咦，还抄佛经，定是让老太太抓了个正着。夜里没点灯，又吹着风，这老太太半睡半醒之间，兴许被窗边张牙舞爪的树枝吓着了。我好好抄经，难道还有错吗？老太太恨呐，她看着陆远泽，又看着裴氏，可陆远泽什么也不懂，自己做主将裴娇娇养在外头，为她筹谋，为她搓磨许氏，而他却竟然骗了自己，给陆远泽戴了绿帽子。他将亲生孙儿孙女儿逐出家门，却留一对孽种在家中。他情绪激动地看着陆远泽，嗷嗷直哭，只恨无法提醒儿子。哎呀，这屋里怎么这么臭呢？他拉裤子啦！他拉裤子啦！气氛逐渐凝固，所有人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
老太太这辈子命格极好，只是一手好牌让她打烂。生在农家，嫁给一个30岁不曾娶妻的老男人，这人没读过什么书，成婚后不久便出门打天下，第2年便成为开国功臣，封了侯。他从一个农家妇人翻身成为侯府主母，他前半生顺风顺水，一切富贵水到渠成，此刻屎尿失禁躺在床上，整个人都是崩溃的。这么大的人怎么还拉在裤子里面呢？裴夫人还不快去，虽说府中有丫鬟，可丫鬟伺候的再好，哪有家人尽心呢？况且老太太好脸面，也不乐意让外人伺候。闻见空气中的臭气，裴氏面色发紧。陆远则似乎不愿被许氏轻看，还不快去伺候？娘素来最疼你，这点小事也要推脱？陆远则此话更是气得裴氏双目赤红。他哪里做过端屎端尿的活啊？可此刻容不得他拒绝。裴氏强忍恶心，褪去老太太带屎的衣裳。你嫌弃老太太，你嫌弃老太太，你嫌她恶心，你不如我娘。陆昭昭童言稚语，气得陆远则当场踹了裴氏一脚。哎呦！裴娇娇捂着心口，痛得连连哀嚎。你没安好心，故意看笑话，引咱家不和。那你可真了解我娘，回回都猜中。我原以为你看上的会是什么知情达理的女人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我嫁给你18年，你不明白我是什么人？陆远则面露愧色。是，你最是贤惠大度，不屑于那种上不得台面的行为。许氏笑而不语。是的，那是曾经的他。陆远则转头斥责裴氏：住嘴！真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下作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伺候母亲？母亲疼你多年，你难道还嫌弃她？陆远则面色不好，裴氏心头一紧，只得强忍着心口的疼痛，一边干呕一边强忍恶心，给老太太擦洗。哎，你轻点儿，没见老太太落泪了吗？瘫痪之人最容易得褥疮，浑身都会溃烂而死，家人定要小心呵护照顾。啊，你记得1日3次将老太太扶起来，多站站，免得浑身发烂流脓，褥疮可就惨了，生不如死呢。哦，听闻有的人照顾瘫痪老人，会少给老人吃饭喝水，减少如厕次数。当然，裴夫人是老太太的亲侄女儿，老太太当亲女儿宠着的，裴夫人定不会如此。许氏满脸关怀，一句句提点，直接堵死裴氏所有的路。老太太正对着他，惊恐地看着裴氏。老太太眼中满是恐惧。老太太这是害怕了？放心，裴夫人可是您亲自看中的儿媳妇呀，定会好好伺候您的。你放心，我会给母亲请几个贴身侍女，绝不让人慢待母亲。陆远则眼神恍惚地看着许氏，曾经怎么没发现许氏这般美呢？嘿，久病床前无孝子，狗咬狗开始溜。听说府中养了高僧，裴氏身形微顿。对，是娇娇寻来的，她还时常去佛堂抄写经书。听得高僧，老太太情绪乍然激动。娘，你怎么了？他吐字不清，口水滴落，急得满头是汗，又哭又嚎。我与老太太18年情谊，大抵能猜出些什么。或许老太太想见见高僧，丝毫不理会裴氏的惊慌。果然一听高僧，越发刺激老太太。传高僧进来。他的儿命苦啊！那夜他听得小佛堂传来声音，鬼使神差的，丫鬟奴仆一个也没带，就着月色独自去佛堂。他最疼爱的儿媳妇儿正抱着所谓的高僧，赤条条的倒在佛前。谁要为你守身？
怎么不是为我？孩子都是我的。这一番话让老太太变了脸色，府中才是孽种。她仓皇之际想要离开，却惊动屋内人。男人追她，天黑路滑，摔下台阶，头破血流。原本男人要对她下手，可丫鬟奴仆顺着叫声寻来，才救下她一命。夜里太医未来之时，他能感觉到裴氏几次略带杀机的目光，直到他中风的消息传来，口不能言，身不能动，裴氏眼里的杀机才渐渐落下。陆大人，寻贫僧来，可有要事？男人穿着僧袍，低眉顺眼，眉宇间极其祥和。娘，直到老太太白眼微翻，活活吓昏死过去。太医说，娘中风后情绪不稳定，可能会性情大变。当年大公子原先也是清风明月般的少年，瘫痪后不也性情大变吗？陆远则心头的疑虑散去，当年晏殊却是变化极大。裴氏偷偷松口气，许是唇角含笑，这口气松得太早了吧？这是哪里的高僧呀？是护国寺请来的高僧。这位高僧乃护国寺方丈的弟子，一直在外云游，极少出现在世人眼前。如此，那不如让他日日在老太太面前祈福，兴许他能好转些呢。咦，刺激，真刺激！让凶手日夜陪他，简直生不如死啊！这哪轮得到你做主？你怎如此小气？就按芸娘说的办。裴氏不甘地应下，他其实并不想刺激老太太，毕竟被他抓了个正着，心虚。你就是江夫人？是，朝阳公主。你就是我原来的大嫂呀。是云锦与晏殊公子没福气。听说你不喜欢我哥哥。陆昭昭一副天真烂漫的模样。可是好多人都喜欢哥哥呀，大家都想当状元娘子呢。陆昭昭嘟囔着嘴，似乎很不解。江云锦听得陆晏殊的名字，帕子捏得死紧。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大哥呀？大哥好看，又是解元，他还要中状元呢。为什么陆景怀没中呀？是因为不喜欢吗？江云锦绷不住了。朝阳公主说笑了。怎么是说笑呢？我哥哥还以命相搏，换你一命呢。陆景怀他也像我哥哥一样，也用命救你吗？他嘴巴讷讷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陆景怀一定很爱你吧，不然你怎么会选他呢？唉。江云锦死咬着下唇。陆景怀更爱他吗？他愿意以命换自己吗？他不敢深想。嘿嘿，气不气，后不后悔？后悔的时候多着呢。此刻陆景怀正好回府。祖母如何了？辛苦你操劳府中，锦儿。一低头才发现江云锦面容发白，眼眶发红。是祖母不好吗？陆景怀有些急。老太太若去世，父亲也要守孝，丁忧27个月。对不起，是昭昭惹哭他。陆景怀见到陆昭昭，眼中闪过一抹厌恶，一切都是从陆昭昭出生后改变的。朝阳公主小小年纪便仗着陛下宠爱，恃宠生骄，这样可不好。昭昭委屈地瘪着嘴。娘亲，娘亲，娘亲快看我。许氏如愿听得他的召唤。昭昭怎么了？哦耶，我娘真是与我心有那个什么一点通。都是昭昭的错，都是昭昭的错，昭昭不小心惹哭他了。相公，与朝阳公主无关，是云锦眼睛进沙子，与公主无关。他神色微慌，让陆景怀越发怒不可遏。你还向着他？朝阳公主小小年纪便如此恶毒，到底还有没有王法？真的与公主无关，是我眼睛进沙子了。
可陆锦怀原本便对陆昭昭存着恶意，此刻巴不得事情闹大，出口恶气。我就说呢，你这怎么好意来看老夫人？原来故意来我家中作威作福，搓磨咱家呢。裴师冷笑一声，母子俩当即对准许氏。昭昭，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呀，只是与他说了几句话。昭昭只是说晏殊哥哥，他突然就哭了。娘亲，昭昭不懂，都是昭昭的错。江云锦猛地抬头朝陆锦怀看去，毫无意外看到陆锦怀眼中压抑不住的暴怒。江云锦，你好得很。罢了，今日我本就不该来，一片好心反倒被人误会。许氏还不忘嘱托陆远泽，你好生照顾老太太，让高僧多给她念经祈福，老太太素来喜欢。你就没安好心，你今日一来便将家中搅得不得安宁，搅家精，你就是个搅家精。老爷他故意的。为什么没人信他呢？许氏就是故意的呀。老爷您别去。胡闹！芸娘是什么人？我难道不清楚？我需要你来说。一把甩开歇斯底里的裴氏，便亲自送许氏出门。芸娘！许氏一怔，容彻定定地看着他，陆远则瞬间沉住了脸。荣将军怎会在此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容彻对许氏？陆远则心头发慌，好似有什么脱离掌控。当然是来接芸娘。芸娘貌美如花，若有小人觊觎怎么办？陆大人不在意，别人可宝贝着呢。荣某还要多谢陆大人。容彻极为真挚，他是个不愿将就之人，原以为这辈子挚爱另嫁他人，自己要孤独终老，却不想陆远则和离了，不枉费他见佛就拜，求菩萨保佑许时云和离。陆远则迷茫不解，我倾慕芸娘18年，当年错过她，后悔万分，幸得陆大人放手，才能成全荣某。你是荣家的大恩人，荣家永远铭记你的恩德。陆远则心头升起熊熊烈火，却又死死压在心头。你与他……许氏瞥了容彻一眼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他还未做好接纳容彻的准备，但也知道他故意刺激陆远则，并未反驳。我与容将军如何，与你无关。容彻一脸感激。您是好人啊，好人一生平安，好人多子多福，多谢陆大人成全，我感激您一辈子。荣将军，许氏嫁于我18年，为我生育3子1女，她不可能带着子嗣嫁入荣家。郑国公府不会答应，我也不会答应。他可以抛弃许氏，但许氏不能再嫁旁人。你答不答应有什么要紧？至多成婚时请你喝杯喜酒喽。至于3子1女，陆远则，你不想当他们的爹，有的人想当。再说他不嫁，我入赘不就行了？陆远则被他气得竟不知如何应对。这年头唯一的嫡子去入赘，犹如天方夜谭。你是皇后亲弟弟，是北昭小国舅，更是镇国公府唯一的儿子，你怎能入赘？容彻嗤笑一声。为什么不能入赘？遇到宝贝当然要把握住，我可不似陆大人愚蠢。陆远则冷笑一声。我的孩子不会认你的。昭昭，快来爹爹身边。容彻不由紧张地看向小家伙。天啦，他在想什么屁吃？陆昭昭对着容彻张开双手。爹爹，抱抱。陆远则愣住了，容彻也愣住了。爹爹，抱抱。容彻眼眶一红，受宠若惊地将他抱在怀里，便不顾陆远则死活，追着许氏而去。陆远则失神地看着他们，就像一家3口。受刺激吧，以后还有更刺激的呢。芸娘，我表现得好不好？你呀，只怕要活活气死他。怎么是气人呢？我都是真心话。容彻一脸认真，许氏叹了口气，似有些犹豫，但终究开口。
荣将军，你可以似从前一般叫我彻哥。许氏见他目光期待，也有些心软。彻哥，我在侯府搓磨18年，早已身心俱疲，我不知该如何面对新的感情，甚至许多时候排斥外男。我还没想好。你别怕我，你可以把我当姐妹，对，就叫荣双双。许氏破涕为笑，瞧见芸娘唇角弯弯，荣彻偷偷松了口气。芸娘不愿嫁也没关系，他可以守着她，只要她好好活着便足矣。你整日待在我身边，就不怕郑国公发怒吗？我爹把我赶出来的，我爹还说恋爱脑是男人最好的嫁妆。明日你们要去寿园吗？他轻轻颔首。那我明日来接你。许氏点头应下。待许氏和陆昭昭进门，他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才策马回郑国公府。听得他回府，郑国公眉头一皱：回家！他一天天吃饱了撑的回家就能找到媳妇了吗？你是没断奶吗？天天回家。谁天天回家了？1个月就回1次呀。住一夜就走。走，看着就碍眼。这么大把年纪了，孤家寡人，看着就难受。赶紧滚！我在御书房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才给你换点年假。你争点气呀，儿啊！你要记住，哭包和恋爱脑是男人最好的嫁妆，有了这2样，谁都争不过你。郑国公不断地给儿子加油打气，然后毫不留情地关上门。走到陆家门外，突的闻见空气中传来一股子烧烤的味儿。哎呦，荣将军终于回府了！快，夫人特意邀请将军前来吃夜宵。荣彻心想，还有这好事儿。荣彻婉拒后，然后回府翻墙而入。毕竟芸娘和离，夜半正门而入，容易落人口舌。好香啊，好香！我闻到了烤肉的味道。似乎半睡半醒。你这是在做梦呢，昭昭？这是梦。哦。陆昭昭呆呆地哦了一声，又默默爬回床上。第2日一早，陆昭昭嗷嗷地跳起来。娘，昨夜我梦见吃烧烤啦，好香好香，梦都香啦。这场梦真的好真呐。许氏心虚地摸摸嘴角。娘，你怎么啦？昨蚊子咬了。哼，臭蚊子！昭昭给娘亲呼呼，呼呼就不痛不痒啦。小家伙鼓着腮帮子认真地吹风，许氏内心受到了谴责。娘，你好香哦。我大抵很想烧烤了，都闻见梦中的味道了。登之已经无奈的捂脸。昨夫人特意洗头洗澡换衣，竟还是能闻见味道。等你上学那日，娘定让你吃个够，就当庆贺你第1天上学。陆昭昭小脸微苦，痛并快乐着。随后2人同用早膳。昭昭，糯米不好消化，吃多了肚子难受。陆昭昭恋恋不舍地望着糍粑，一脸遗憾。暴饮暴食可不好，曾经有个人因为连吃30个糯米饼，导致肠子被完全堵住，你想想多可怕！30个呀，吓人吧？肠子完全堵住，在地上痛得打滚。许氏见他深思，满是欣慰，劝说总算有点效果。那是哪里买的糯米饼？娘，你去打听打听。30个糯米饼，那得多好吃呀！许氏一口老血哽在心头。荣彻早已等在大门外。嘿，荣彻当我爹，他说以后帮我做作业，娘亲揍我的时候他还可以拦，好像还不错。许氏偷偷瞥了眼荣彻，难怪昭昭总帮他说话。此刻的陆昭昭哪里知道，有爹有娘后便是男女双打。荣将军，您不回自己家吗？我爹说没媳妇儿的人不配回家，我可以来你家过年吗？
卖惨果然有用，荣彻喜提与许氏守岁的机会。荣彻欢喜极了，坐在陆晏殊身边，眼神时不时往许氏身上飘。陆昭昭左手烤羊肉，右手烤鸡腿，肚子圆鼓鼓。这日子神仙都不换。呵呵，小家伙还知道神仙过什么日子？嗨，没什么意思。众人吃吃喝喝，看着烟火，和和美美的守岁，当真温馨无比。而此刻陆远泽家，老夫人又拉身上了，请夫人过去擦洗。裴氏气得将茶盏一摔，除了我就没人能伺候了吗？我彻夜守在床前，夜里拉屎拉尿要喝水，他到底要怎样？换人了，老夫人便不停地哭嚎。裴氏哪里不知道，老太太这是故意搓磨她。锦娘呢？今日除夕，她怎么还不安排守岁？少夫人病了。不争气的东西！裴氏心中明白，江云锦这是故意撂挑子呢。成婚几月，陆景怀竟一次也不曾与江云锦同房。他暗暗猜测，只怕儿子的身子出了毛病。娘亲，我们求护国司方丈吧。方丈说瑶瑶有贵人之命，必定会给瑶瑶面子，让她替家中看看是否冲撞了什么。陆景瑶如今只能寄希望于方丈。裴氏眼睛一亮，瑶瑶真聪明，娘怎么没想到呢？当年你还未出生，方丈便将佛珠送给老太太呢，可见极其看重你。只可惜这近来方丈云游，3月才回京呢。裴氏只恨不能立即将方丈请进府。锦娘，可否从帐中支我一些银钱？下个月会时需要打点1、2。相公，你我夫妻一体，何必分你我？待守岁后，明日一早给相公可好？明日一早代表着今夜要同床共枕。陆景怀捏了捏拳头，压制内心的恶心。好，这段时日委屈锦娘，是我的不是。夜里，陆景怀趁他沐浴之际，偷偷从袖中拿出药，狠了狠心倒入杯中，一饮而尽。待江云锦出来，见他眼神似火，心头不悦霎时散开，翻云覆雨，一世春光。第2日，陆景怀甚至等不及给裴氏拜年，便匆匆拿了3000两，着急忙慌地出门。江云锦只觉气闷，昨夜好似一场梦，梦醒后陆景怀再次恢复冷漠。他是不是爱上别人了？江云锦只觉他眉宇间透着焦灼，怀疑在外边养了外室，当即命人跟了上去。跟上去瞧瞧，看看他去了哪里，不要被相公发现。你糊弄老子呢？让你拿点压岁钱，你竟害哥几个等了一夜。快点，钱拿来，磨磨蹭蹭干什么？陆景怀屈辱地咬着牙，将怀中3000两递过去。男人一把抢过，打量着他。你们说好的，拿了钱便离开京城，此生都不再回京。你们答应过我，不会将此事外传。静离圣女已经回西岳，他们留在京城，时常胁迫陆景怀。陆景怀断断续续已经给过好几次银钱，这几人一次比一次大开口。哼，你说走咱就走，咱多没脸面。嘿，不过你若是能将咱仨哄得开心，那也不是不能。3人瞥了眼陆景怀，陆景怀自幼养在府中，一身皮肉白白嫩嫩，比姑娘家还养得细腻。你若再伺候咱们最后一次，咱必定离京，再不扰陆少爷好事。哎，听说陆少爷刚娶妻呢。陆景怀只觉一股寒意直冲天灵盖，愤怒几乎将他理智压断。真的吗？你们真的能离开吗？嘿，细皮嫩肉的，让咱兄弟几个好生怀念，比女人还有意思。你是不是也食髓知味了？咱兄弟几个也将你伺候得好吧。男人语气下作无耻，跟在角落的丫鬟死死捂住嘴，惊恐地瞪大眼睛，不敢发出一丝声响。他听到了什么？听说
陆少爷的妻子，乃2品大员，府中嫡女。嘿，若他知晓，你曾在咱兄弟3个身下承欢，也不知能不能接受啊？陆景怀咬着牙，最后一次，再等几日，我定好好陪你们，让你们尽兴。3人调笑着捏了把他的屁股，笑着扬长而去。陆景怀站在雪地里，肩头落满积雪，他的人生好似与陆晏殊颠倒，一片坎坷，再无回头路。我不想进宫，但是他们给我压岁钱耶，还会留我吃饭。昨天皇帝爹爹还送了食谱来，就不能一口气吃3顿吗？吃完早膳，吃完午膳，再吃晚膳，一口气吃完还不用等。难怪大婚后一直不愿与我圆房。陆景怀，你怎敢如此诓骗我？他瞎了眼才看上陆景怀，想起陆晏殊，心中越发难受。夫人，快别哭了，姑爷已经回府，当心被看出异样。况且奴婢也只是听说，并未抓个正着，还不知真假呢。莫要声张，暗中派人跟着他。太后祖母，哎呦，小昭昭又长壮实了。因为祖母要我保重呀，昭昭保重着呢。哄得太后合不拢嘴。你这小家伙儿就是贫嘴，祖母还未谢你肃清焦家，也要谢你帮我那不成器的弟弟。太后满眼慈爱，若不是昭昭，萧家只怕血脉混淆，甚至断子绝孙。你可真是皇祖母的宝贝。皇祖母新年快乐，长命百岁。祝咱家小昭昭新年快乐，平安喜乐，健康顺遂。红包递给昭昭，太后又掏出一个，祝咱家小昭昭年年岁岁，岁岁平安。昭昭笑眯眯地接住。听说昭昭年后要入学，那皇祖母便祝昭昭学业有成。太后将红包递过去，小家伙手一顿，怔了怔，默默地缩了回来。皇祖母，我是个有底线的孩子，不该拿的钱，我1分也不能多拿。太后不解，皇祖母，有的钱拿了烧心。眼泪都笑了出来。父亲，母亲，新年安康。江云锦低垂着头行礼，不曾看陆景怀一眼。好好好，愿你们早生贵子，给咱家添丁添喜。江云锦面色微僵。景怀读书辛苦，景娘平日里多照顾着景怀。只见到江云锦面色难看，眼中不悦。你板着一副脸做什么？你进门便当家，府上也不曾苛待你半分，大年初一做这副样子，福气都要没了。行了，裴氏压着火气，一屋子人心思各异。你看这个皮猴，连祝他学业有成的红包都不肯收，非说收了烧心，怎么就这般可爱呢？是他主张提前入学的。果然，唉，皇帝爹爹还特意请了几个厨子呢，来自天南地北，不出门就能吃遍大好河山。唉，昭昭不入学，真的可惜了。陆昭昭神色微有些犹豫纠结。朕呀，原想着昭昭若同意入学，我便每日给他加个鸡腿儿。唉，罢了。听说还有个厨子擅长做佛跳墙。古语说得好啊，弹起荤香飘四邻，昭昭不尝尝，真是可惜呀。多好吃啊！到底做的多好吃啊！那等开学你去尝尝。那我先上3天看看啊。
饭不好吃，我就走。皇帝一噎，算了，先糊弄进去再说吧。午膳时，皇后便带着太子一同来用膳。太子哥哥，帝后二人相敬如宾，该有的体面都有，但缺少几分温情。世人皆知，皇帝最喜欢的是惠妃，他还未登基时便喜欢惠妃。宣平帝为了他，还挨了先皇杖责，才将其娶进宫。这些年，惠妃从不争宠，她也不需要争宠。惠妃怎么还未到？路上大雪，兴许耽搁了。当年皇后入宫多年不曾生育，惠妃所生的大皇子，她便亲自养在膝下。若不是皇后侥幸怀上谢承喜，只怕太子之位会落在大皇子身上。父皇、皇祖母、母后，儿臣给您拜年了，也愿北朝海晏和亲，江山永固，四海升平。大皇子去年已经成婚，身后便是玄音。惠妃虽然上了几分年纪，但依旧能看出年轻时的风华绝代。皇帝站起身，对着他目光真切，眼里似乎含着笑意。太子眼神落在父皇身上，父皇此刻正目光慈爱地看着大皇子。皇后出身世家，是最适合母仪天下之人。进宫后，宣平帝给过她皇后该有的体面，但感情只惠妃一人所有。如今她早已浑不在意。好像惠妃娘娘和大皇子和皇帝爹爹才是一家人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旁人根本插不进去。太子哥哥真惨。不过皇帝爹爹知道大皇子不是他的吗？陆昭昭一边啃着肉肉，一边吐槽。太子一愣，见太子发怔，便从嘴里扯出一块肉递到太子嘴边。嗨，太子哥哥，昭昭请你吃肉肉。太子谢承喜脸色一抽，眼皮疯狂跳动。殿下怎么不吃？是嫌弃朝阳吗？太子与朝阳关系极好，他心中自然不喜。太子还来不及说话，别争别争，你也有。说完从嘴里扯出一块，递到大皇子嘴边。我才不偏心，我最公正，你也别争了。大皇子满脸愕然，到底谁争了？皇帝却听得那句偏心，心中微跳。他默默夹起一筷子菜，放进太子碗中。昭昭，他们不爱吃肉，他们爱吃素。皇帝一句吃素，才挽救了两个可怜的儿子。我还以为成业哥哥想要呢。那不要你喊什么呀？太子眼里含笑，差点笑出声。你可真公平，大皇子脸都绿了。不难过，不难过啊，昭昭也偏心你。我不难过，有昭昭一人足矣。陆昭昭觉得他强颜欢笑。我不生气，不难过。我还未出生时，父皇便极其偏疼他。所有嫔妃争宠都是争不过惠妃娘娘的，大家都是选秀进宫，只有他是父皇受过杖责，对抗天下求来的。他是不一样的，他所生的孩子也是一样的。皇帝对大皇子倾注的感情也不同。陆昭昭一脸心疼。想点好的吧。比如你父皇戴绿帽子了呢。太子偷偷捂住陆昭昭嘴巴，陆昭昭掰开他的手。这顶绿帽和别的帽子不太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惠妃娘娘平日里是不是和嫔妃相处得极好呀？确实，宫里嫔妃们若不得宠，心头难受，她还要亲自上门劝慰。这么多年，她对陛下冷冷淡淡，从不曲意逢迎，但对妃嫔们却是极好的。这也是母后从不厌恶她的缘故，嫔妃们也从不嫉妒她得宠。不过太子却觉得母后反倒有些怕她，奇奇怪怪的。这也正常，据说当年惠妃娘娘原不想嫁给父皇，这么多年父皇只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融化那块寒冰呢。陆昭昭嘿嘿一笑，笑容颇为古怪。太子总觉得陆昭昭语气不对。你说父皇被戴了绿帽子，是他之前的未婚夫吗？
不是。他进宫后绝不可能再认识外男。突的，太子神色一变，难道他养太监？你不敢想，你胆子不够大，你父皇会气死的。真的，这是我吃过最大的瓜。那个他当年生了个死胎，抱养的大皇子在身边，这都不算事儿。太子脚下一软，这个瓜到底得多大？可陆昭昭不愿多说。你不要生惠妃的气，她绝对不可能和皇后争宠。太子想要偷听他的心声，发现他心底笑个不停，只得作罢。陆昭昭出宫时，正巧遇见六皇子也背个包包要离宫出走。本宫也不想上学，本宫也要离宫出走。朝阳公主都推迟1个月上学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我不服，我也要推迟上学。瞧瞧你带出什么风气，大家都跟着学还得了？悄悄离开才是真的离家出走，大张旗鼓的离开是为了被挽留。我走了，我真走了，我真的离家出走了。你们快去禀报父皇，没有1个月假期，本宫不回家。陆昭昭都用离家出走威胁父皇，得到1个月假期，自己一定也行。六皇子给自己打着气，此刻的他哪里知道，人家换来1个月假期，他换来一顿毒打。那去跟着他哦，把他要饭的碗打烂，要到的馒头、银钱都抢了。再叫几个兄弟把他收拾一顿，让他明白世间险恶。陆昭昭骄傲地看着太子，现在能不能杜绝这股歪风邪气啦？我有本事养活自己，离家出走也能闯出一片天，但是他们想学我，下辈子吧，看我不狠狠撕烂他们的伞。好好好，干得漂亮。这股歪风邪气直接就被扼杀在摇篮。娘亲，娘亲，我回家啦！家中却来了个头戴红花的婆子，许是极少甩脸色，此刻却是面色难看得很。花婆婆请离开吧，芸娘对此无意。哎呀，许夫人，您好好考虑，您虽是许家女，可已经出嫁多年，总归不能靠娘家一辈子啊。咱们女人呐，到底得有个依靠。再说对方家世不错，已经是您能选择的最优项了。人家说了，会将这几个孩子视若己出，定不会亏待他们。许氏面色难看。等之，送客。哎，许夫人，你好好考虑考虑啊。哎，你媳妇儿要没喽，有人给娘亲说亲呢。陆昭昭幸灾乐祸。真的？看在你替我做作业才通知你的。荣彻急得团团转，陆昭昭见有人操心，这才悠哉悠哉地回家。对了，昭昭，这几日京中不安生，夜里不要出门，知道吗？出什么事了吗？近来京中出现采花大盗，已经有许多女子遇害，对方身手极好，且心狠手辣，他扫入房门无一个活口，且被害者有一个共同点，皆是34岁。他临危受命，今夜要去抓人，不许偷溜出去，让母亲担心，知道吗？陆昭昭这才正经点头，绝不给大人添乱。我已经在府中留了人，别怕。采花大盗，难道还能看上我一个30来岁的妇人？夫人，您说这话，奴婢可不服。您和离后，面容一日胜过一日。哎，再说，奴婢可听说这回的采花大盗只挑年轻妇人，据说遇害的女子也有4人，每个都是34岁左右。登之有些忧心，许氏今年正好34岁。放心吧，府上有昭昭的暗卫，还有荣将军的人。陆昭昭突然从睡梦中惊醒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眼中满是惊慌。玉淑姐姐，毫无反应。
艾薇叔叔依旧毫无反应。娘亲，娘亲！整座宅子都透着诡异的寂静。我比夫人年轻，我来伺候您好不好？求您饶过夫人。登之，不要！他明白来人能走到这里，代表外面的防守近乎全破。你今年34？是。34，又生在冬季。你可见过这个东西？男人手指苍白，掏出一张纸，纸上画着一块玉佩，是龙纹祥云佩。许氏眼神微缩，随即很快低下头。不曾。登之呼吸微紧，只乱了呼吸，便被男人察觉。你见过玉佩，对吗？在哪里？他缓缓看向许氏，眼神透着疯狂。玉佩是你的，对吗？哼，原来你竟躲在这里。我一生向善，从不与人结仇。你到底是谁？许氏如今哪里不明白，对方恐怕本就是为他而来。前几日遇害之人都做了他的垫背。为何？只因你原本就该死，你不该出生。将玉佩给我。男人提着刀步步紧逼，许氏倒在地上，一步步后退。你与许家有仇？许家算什么？他也配与我们为敌。看来许家将你瞒得极好，许家从未告诉你你是养女吧？哼哼，养女？怎么可能？绝不可能！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今夜你都不可能活着踏出大门。交出玉佩，我让你死个痛快。许氏紧咬着唇，玉佩已经给了昭昭，他断不能将人引过去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别怪我。男人眼神打量着许氏姣好的身形，眼底涌动着疯狂。哼，没想到有朝一日，我竟能睡到如此高贵的血脉。娘亲，娘亲！昭昭，出去！男人目光看向了门外。我可以服侍你，你放过他，他只是个孩子。男人捏住许氏的下巴，他眼神放肆地在许氏身上流连，还来不及做什么，便听得一道轰的声音传来。娘亲！瞧见屋中一幕，只觉浑身血液几乎凝固。昭昭，快走！他是你的血脉。许氏死死抱住男人的腿，不许他再靠近昭昭分毫。昭昭，快走！你找死！他用尽力气，手中长剑亦不受半分控制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何伤我母亲？男人只觉仿佛被人掐住咽喉，整个人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攥向半空中。难过，是你出现了，你撕我母亲衣裳，我便撕碎你的神魂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就突的，整个人炸裂开来。昭昭，你怎么了？许氏一点点抚平昭昭的失控，充满杀意的眼睛在许氏温柔的摇篮曲中多了几分困倦，靠在许氏怀中沉沉睡去。大雪纷飞，荣彻顶着满头积雪，带着人在街上巡逻。突的，荣彻艰难地扶着胸口，我要回去一趟。哎，将军，您家在这边。你为什么才回来？你为什么才回来啊？瞧见他的瞬间，眼泪大滴大滴落下。别怕，我来了。荣彻心痛不已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他将许氏抱回自己寝屋，打来热水，又去拿来换洗衣物。你与昭昭泡个热水澡，免得受寒。
我不出去，我不走，我就在屏风外坐着。紧绷的许氏稍稍安定，陆昭昭从头至尾不曾睁眼，似乎疲惫极了。睡吧，我不走，我给你们守夜。许氏看了他一眼，坐在床头没说话，低敛着眉，微垂着头。荣彻心疼不已，握了握拳头，轻轻抱住他的肩膀。他的认错让许氏毫无顾忌地痛哭。荣彻见他哭出声，这才放心。许氏也不知自己哭了多久，紧绷的情绪放松，不知不觉便哭着睡去。荣彻将他放在昭昭旁边，掖好被子，有礼地守在门外，同时命人处理隔壁陆家之事，再命人回宫上报，此人绝不是北昭人，唯有南国侍奉神灵的国度有此能力。荣彻再一次后怕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陆昭昭这一觉睡得极好。我梦游了。这是荣将军府上，大概需要3日，咱们才能搬回去。府上出了大事，荣将军不放心，要亲自挑选侍卫。陆昭昭猛地想起昨夜之事。娘，夫人没事，荣将军已经请过太医给他看诊，开了几副安神药，别怕，一切都过去了。陆昭昭乖巧地点头。哪里还有昨日的杀神模样？昭昭睡醒了。幸好娘亲没事。他此刻只隐约能想起自己敲门前的事儿。敲门之后，他已经记不太真切。是荣叔叔救了我们吗？许氏一怔。荣彻与太子正好入门。对，昨夜荣将军救了你们。对，荣叔叔定会保护好你们，再也不会让你们受伤。太子知晓荣彻与许氏之事，也不曾隐瞒荣彻。太子哥哥，你手怎么这么凉啊？太子没说自己太过担忧，只笑称穿得少，时不时将手放在他鼻子边，一遍遍确认他有呼吸，才敢放心。拿开，挡我鼻子了，怎么老摸人家鼻子呢？太子确认完陆昭昭的情况，便早早回宫复命。皇帝担忧陆昭昭的情况，再者父皇与母后昨夜里大吵一架，太子不甚放心。早知便强行让你搬回许家了，可真这吓得人魂飞魄散，爹娘也吵着要来看你呢。许家听得消息，刚下朝便匆匆赶来。许逸婷仔细打量许氏，见他安然无恙，才松口气。幸好隔壁是荣将军，不然怕要出大事儿。众人并未对外宣扬陆昭昭杀人之事。你这前脚刚和离逃出魔窟，怎么又遇上这等事儿？等护国寺方丈回来，我定要带你去求个平安符，竟摊上这等无妄之灾。算不得无妄之灾，反倒因我而起。劳烦大嫂，等会儿去陆家账上取些银两，给这次受害的家庭一些补助，全当尽点心意吧。大嫂正要问，便见许氏从怀中掏出龙纹玉佩。许逸婷眼色微沉。这是何意？昨夜那人为这块玉佩而来，我不是许家血脉，对吗？许氏带着几分泪意看向大哥。许逸婷目光悠远，仿佛陷入过往的回忆中。那时娘刚生下三弟不久，睡梦中他总觉得自己耳边听到婴孩的哭声，他无数次起身查看，可哭声又戛然而止，就像是他的幻觉。母亲心慌不止，坐立难安，他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什么召唤他。许逸婷叹了口气，原以为这件事会深埋心底，却不想竟给妹妹招来大祸。当时天还未亮，暴雪纷飞，可娘执意要出门看看。我们哥儿几个正是顽皮的时候，便随着母亲一同上了马车。或许冥冥之中自有注定吧。母亲她顺着心中的指引，在城中穿行，快要出城的位置，听到一阵虚弱的哭声。发现你的时候，你躺在襁褓中，襁褓已经被暴雪深埋。娘将你抱回去，发现你的襁褓内侧缝着个兜，玉佩便藏在其中。给你取名石云，
想着你出生多磨难，只盼未来时来运转。那时他们几兄弟最开心的便是家中多了个妹妹。许氏双眼含泪，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许家给予的一切，可从未想过自己竟不是许家女儿。余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咱们就是因此才不愿告诉你，生怕你有心理负担。他进门时，许时云尚是孩童，他当孩子养大的。当年你的襁褓还有一身衣裳都收在许家，你若需要，大哥差人送来。这些年我们暗地也查了一些，你身上的襁褓似乎来自南国。昨夜那人便来自南国皇室，这块玉佩是南国皇室传承之物。将此玉佩收好，莫要示人。是福是祸暂且不知，你也不必害怕，家中定会护你周全。许氏对着大哥深深一拜，强忍着泪意。我想回家给爹娘磕个头。娘，你不要哭哦，昭昭给你亲亲。陆昭昭小手暖暖的，手忙脚乱的替母亲擦泪。哎呦，杀千刀的东西，竟敢害我云娘！不怕不怕啊，娘在此，看谁敢欺你！爹，娘，是余娘不孝，生而不养，断指可报；生而养之，断头可报。非生而养，永世难报。余娘这辈子永生永世都还不清您的恩情。他郑重地对许家二老磕头。谁要你还？还不快起来！地上凉，冻坏腿，你娘可要心疼。老太夫瞪了他一眼，但眼底满是藏不住的关切。你呀，只要你过得好，娘这辈子便安心。他对云娘倾注的感情甚至超过了3个儿子。是上天将你送到许家，能抚育你是我们的福分。你永远是许家的女儿，万万不可乱想。若再犯糊涂，我可要打断你的腿。嘿嘿，打我的，我替他挨打。镇国公竟生出你这么个憨货。荣彻咧嘴直笑。住在荣将军府上，到底有违礼数，暂且便住回娘家，正好陪陪娘。咱娘儿俩都许多年不曾同住了。好，云娘也想念母亲。最终只有荣彻一人落寞地离开许家。临走前，许氏瞥了他一眼，将墙上开道门吧，别整日跟个登徒子似的爬墙。荣彻眼睛亮得灼人。好。他笑得合不拢嘴，一边走一边笑地离开。第2日天不见亮，皇帝便传陆昭昭进宫。真是混账东西，竟然对朕的昭昭出手。好在昭阳公主神通广大，这才免遭遇难。荣彻并未瞒着皇帝，他发现皇帝似乎对于陆昭昭有种莫名的追捧，不论多么牛哄哄的事儿，他都接受良好。皇帝见陆昭昭并未露出异样，才放心。昭昭陪朕去劝劝皇后，婉儿与朕置气呢。大抵又是因着惠妃，不知为何，他对惠妃印象极差，对她抱有偏见。皇帝轻叹口气，他虽贵为天子，但也是凡人，有自己的私心。他给皇后地位，给惠妃偏爱。惠妃是个极好的人，你若与惠妃相处，也会喜欢她。只她性子清冷，看着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实际呀，她心软着呢。有没有可能，她只是拒你于千里之外呢？皇后便对她成见颇深。唉，那是因为她老勾搭皇后，皇后发愁呢。那是因为她老勾搭皇后，皇后发愁呢。昨儿团年饭后，惠妃去拜见她，竟被她关在门外，下惠妃面子。朕劝慰2句，她倒不领情。皇帝总觉得皇后对惠妃有成见。丈夫的心上人总勾搭她，她能不害怕吗？惠妃这性子，当真10年如一日的不曾改变。当年她对朕便不假辞色，
从不曲意逢迎，如今依旧如此。后宫众人都捧着皇帝，唯独惠妃冷冷淡淡，皇帝反倒觉得她真实。太子急得挠头，昭昭的心声让他如坐针毡。众人来到皇后宫门外，竟正好碰见惠妃的轿辇停在门外。惠儿，皇后不领情便罢，你何至于总在她门前受罪？你们这群狗奴才，还不将惠妃请进去？这冰天雪地的，若冻伤个好歹，定要你们好看。陛下，你不许斥责皇后娘娘。惠妃眼底满是认真。皇帝无奈。罢了罢了，你还护着她，她是中宫之主，你每每请安，连殿门都进不去，成何体统？皇帝也不懂，明明皇后颇识大体，甚至对整个后宫都极为宽和，唯独见到惠妃避如蛇蝎。你手中提的什么？啊，是妾身亲自给娘娘做的点心，是娘娘最喜欢的栗子糕，还有八珍糕。你有心了，你都不曾给朕送，反倒时常给他送，他倒是不知好歹。皇帝拉着惠妃的手，心头大受触动。惠儿，你随朕进宫本就委屈，如今你更是连后宫嫔妃都如此上心，让朕怎么忍心？妾身从未想过要与后宫姐妹们争宠，妾身也从未想过独占陛下。陛下是后宫的，是大家的。惠妃性子清冷，从不似妃嫔一般低三下四地求她宠爱。如今见到惠妃为他巴结皇后，皇帝心头感动万分。咦，冤种冤种大冤种，皇帝都快感动哭了吧？他当然不独占你，他只想独占后宫的姐姐妹妹们。走，今儿朕做主，带你进去。想要拦的嬷嬷只得退下。哎呀妈呀，修罗场，见过戴绿帽子的，没见过自己给自己戴的。太子已经开始捂脸，不忍直视。唉，逼得端庄大度的皇后娘亲拉脸，她到底干啥了呀？瞧见惠妃，皇后眉眼霎时耷拉，脸上的笑容都收了几分。皇帝眉宇不悦。惠妃在宫门外等了半个时辰，你怎不让她进门？他与皇后相敬如宾，还从未见皇后使小性子。惠妃见皇帝给皇后下脸子，当即面色一黑。妾身愿意等，妾身愿意等，一切与皇后娘娘无关。她刚靠近皇后，皇后却飞快地避开，仿佛被她触碰都极其难受。皇帝瞧见这一幕，越发恼怒。婉儿，你素来识大体，从不是拈酸吃醋的性子，如今怎容不下惠妃？娘娘，这是妾身亲自做的糕点，娘娘快尝尝，里面加了些许山楂，颇为爽口。本宫不吃，惠妃娘娘带走吧。皇帝茶杯重重一放，好歹碍着太子在场，并不曾说重话。这是惠儿一片心意。皇后冷笑，看着皇帝的目光像看冤种。本宫不差这点心意，惠妃娘娘无事，莫要来寻本宫。你看看你，哪里像一国之后，如此小肚鸡肠？这就是容家的教养吗？皇帝当真动了怒。惠妃见皇后眼眶发红，心疼得面露焦急。娘娘不吃便不吃，你强求她做什么？你一点都不懂女人，女人不是你的附属物，你应该尊重她们。她还不忘给皇帝上眼药。皇帝无语，总觉得她这话像在内涵什么。我不像陛下，我懂娘娘，我绝不会强求娘娘，我尊重娘娘的所有选择。陆昭昭突然抖了抖，浑身冒鸡皮疙瘩。皇帝也有些不适。罢了。皇后脸色泱泱的，一句话都不想说。下个月初8是娘娘生辰，妾身准备给娘娘一个惊喜，娘娘定会喜欢的。皇帝有些吃味儿，惠妃对皇后比对自己都好。瞧瞧惠妃对你多上心，每年生辰都早早备礼，你打个喷嚏，她便巴巴的给你熬药，手都烫得起泡，来不及包扎，冒着雨都要给你送来。要收了，要收了！皇后娘娘动容了，她竟然快把娘娘劝动心了。她在做什么？要死啊！皇后娘娘抬头看了一眼惠妃呢，哇！见太子咳嗽剧烈，满脸通红。下午让太医瞧瞧，当心染风寒。哦，对了，
娘娘这段时日喝些乌鸡汤对身子好，近来天寒排排湿气，娘娘便不会肚子疼。她甚至记住皇后的月事日子，连皇后肚子疼都知晓。皇帝眼皮一跳，你还记得朕最爱吃什么吗？清冷的惠妃面色微滞，宫里的三鲜鱼翅好吃，那是贤妃爱吃的。蟹肉羹也好吃，那是秦贵人爱吃的。惠妃甚至不曾停顿，便能信手拈来。皇帝渐渐露出震惊，惠妃竟如此清楚后宫嫔妃的喜好。惠儿有心，你竟为朕付出如此多心思。众人纷纷沉默，沉默震耳欲聋。咦，真是修罗场啊！我替皇帝爹爹捏把汗，他快把皇后娘娘劝成啦。父皇，儿臣饿了。太子默默提醒宣平帝，他真受不了啊！惠妃竟然看上了母后。传膳吧，这道宫保芋头味道不错，你尝尝。他终究是要给皇后脸面的。皇后看着碗中的芋头，眉头轻蹙，正想寻个说辞。陛下，您与皇后娘娘几十年夫妻，竟不知娘娘不能吃芋头吗？妾身记得前些年皇后娘娘无意吃过一道菜，原材料是芋头，当时吃完，娘娘便提前离席，第二日脸上便多了几颗疹子，想来是吃不得的。陛下粗心大意，但惠儿一直记着呢。说就说，你咋还内涵皇帝爹爹不上心呢？夹枪带棍的，但是我喜欢，搞事情搞事情。陆昭昭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气得太子直咬牙。皇帝面上有些尴尬。婉儿，你竟不能吃芋头？自小便吃不得。他只诧异，当时他提前离席，并未惊动任何人，惠妃竟看在眼里。劳烦惠妃上心，陛下后宫嫔妃众多，哪里记得下来啊？不似惠儿，只记得住娘娘。你们能好好相处，朕便放心了。皇帝很是欣慰。昭昭，你今日怎连鸡腿都不吃？撑得慌。八卦吃多了，鸡腿都索然无味。不经意间，怀里的零嘴落在地上，陆昭昭便滑下凳子去捡。哇哦，刺激！陆昭昭心声猛地叫起来，吓得太子筷子都没拿稳。皇帝爹爹，你敢不敢蹲下来看看？惠妃娘娘在偷偷勾皇后娘娘的腿，吃到大瓜，吃到大瓜了！陆昭昭心声嗷嗷叫，急得太子鼻尖冒冷汗。那是我母后啊，你吃瓜好歹顾及顾及我。太子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却又不敢露出端倪。一场午膳，只皇帝吃得开心，众人皆是魂不守舍，心思各异。午膳刚结束，皇帝便匆匆回到御书房批阅奏折。太子实在见不得这修罗场，昭昭每日午膳后都要午睡，等午睡后本宫来接你。陆昭昭点头应下。婉婉，你别总是逼着我，你这般让我心中难受。陆昭昭微眯着眼睛，耳朵高高支起。本宫为何逼你？你心里没数？上回你来探病，你脱光爬本宫床上，什么意思？哇，难怪皇后娘娘怕他，这能不怕吗？那时娘娘风寒高热的厉害，太医又退不下热，您一直寒冷，惠儿心疼，情急之下这才爬床。是的，脱得精光。男人到底有什么好？睡觉打呼噜，便是一天洗800回，身上都臭烘烘的。他后宫嫔妃无数，不像我，心里只有婉婉。是，他是给了你无上荣光，可他真的关心过你吗？你爱吃什么，心里想什么，什么不能吃，他从未关注过。他给你地位，却给不了情感呢。你真的甘心吗？宫中寂寥，长夜漫漫，他有无数妃嫔，可婉婉呢？他从不顾及婉婉的情绪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时刻关注着婉婉。婉婉15岁入宫，还是个单纯的孩子呢。那般娇小的一个人，
穿着锦衣华服，面对吃人不吐骨头的后宫，该多怕呀！他竟不给你撑腰，让你小小年纪独自面对豺狼虎豹。那时你偷偷躲在被子里哭，我都知道。托皇帝的福，惠妃好不容易与皇后独处，哪能不趁机表明心意呢？我心疼，真的心疼呢。皇后愣神的功夫，惠妃猛地攥住她的手。哇，惠妃拉皇后娘娘的手啦！皇后吓得一哆嗦。进宫非婉婉所愿，婉婉一生由不得自己，我不敢强求婉婉，只要能与婉婉说说话，能看到婉婉，便是此生所愿了。皇后身形一顿，惠妃眉宇露出窃喜，正想趁机抱抱皇后，便听得帘子内陆昭昭的梦呓：不要跑！吓得惠妃猛地松开，皇后心脏砰砰直跳，慌忙后退2步。不得胡闹！素来庄严的眉宇微透着慌乱。昭昭可是梦魇了？眼角的余光瞥到惠妃失落的离开，皇后偷偷松了口气。真吓人！每次惠妃摸她，她浑身直冒鸡皮疙瘩。我做了个噩梦，梦到有人在海里打鱼，海里的鱼快被一网打尽啦！傻孩子，海里的鱼怎么打得尽呢？皇后给陆昭昭穿上厚厚的衣裳，将她裹得严严实实，亲自抱着她去御书房。求陛下，请皇后娘娘做主啊！江嫔太过霸道，明明是秦贵人不讲理。两人纷纷指责对方。皇帝听得头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大打出手，成何体统？江嫔太过霸道，妾身一早便起来熬参汤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她竟要给妾身倒掉。江嫔不甘示弱，贱人，明明是我先倒的，要喝也是先喝我的。果然，两人身后的丫鬟各提着一个食盒，先喝我的，先喝我的，我位分高，先喝我的。两人竟当着皇帝的面大打出手，皇帝颇有些惊讶。江嫔和秦贵人都多少年没争过宠，给他送过汤了。罢了罢了，朕一碗水端平，全都喝，全都喝，可好？皇帝摆了摆手，两个食盒打开放在桌上。说来也怪，往年后宫嫔妃为争宠手段层出不穷，这几年竟安分许多。突然遇见为争宠大打出手，皇帝竟颇为新奇。啊，等等！看着皇帝欲言又止。朕雨露均沾，绝不厚此薄彼。江嫔，朕也没忘了你。他又端起江嫔的碗。陛下，其实……秦贵人拉了拉江嫔，江嫔呼得住嘴，只是脸色很难看，比方才打架还难看。皇帝左边碗喝一口，右边碗喝一口，看向两人。朕公平吧？公平。下次可不许再为朕大打出手。你们寻惠妃去解解闷吧。瞧着好像不是为皇帝爹爹争宠啊，不会争的是惠妃吧？陆昭昭觉得他大概发现了真相。妖兽啦，已经发展到大打出手的地步了吗？鱼多了不会翻船吧？皇帝爹爹，你要多关心关心后宫的嫔妃哦，你不关心，别人会替你关心的。你这小家伙懂得可真多，小小年纪操心朕的后宫。放心吧，后宫有惠妃和皇后，万事大吉。皇帝半点不曾放在心上。父皇，我知错了，我再也不离宫出走了。外面好难混，乞丐都换了新床，踢烂我的碗，抢我的袄子，还抢我的馒头。我要读书，我再也不走了。六皇子眼泪鼻涕横流，问陆昭昭：你遇到丐帮的黑老大了吗？为人猖狂嚣张，所有乞丐的头子，江湖人称彪哥。太坏了，彪哥太坏
迟早叫父皇抄他的家。六皇子委屈极了，不断控诉彪哥的恶行。朝阳妹妹，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啊？彪哥有没有欺负你？有没有砸你的碗？为什么你能换来1个月的假期呀？因为我就是彪哥。六皇子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呆呆地看着他，鼻涕还吹出一个泡。娘再晚来1天，我就接手丐帮了。唉，小家伙一脸后悔。六皇子喉咙一堵，哭都哭不出来，眼睁睁看着陆昭昭坐上轿辇，大摇大摆地出宫。为什么同是离家出走，相差这么大？父皇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怎么这么大呀？还有更大的。为什么同人不同命啊？小白菜呀，地里晃啊，优良妹妹忘了儿啊。离宫出走的六皇子换回一顿毒打。下次还敢不敢离家出走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，胆大包天。有本事你打朝阳啊！六皇子此话一出，挨得更狠。怎么了，娘亲？你二哥这个傻子，他竟随军去边境战场了。自从他差点被害，晏殊读书更刻苦，陆正月远走边境，陆元宵书都快翻烂了。正月有想法，有冲劲儿，拦是拦不住的。你别担忧，我会让人照看他。芸娘，唯有战场甚至最快。他哪里不明白，儿子这是要以命搏前程呢？第2日便听得丫鬟通报，陆宅的裴氏和清溪老家的族老们打起来了，听说打得可厉害了。据说原本每年给族老们的3000两银子，可新主母裴氏不愿掏钱，族老说3000两改成1000两，裴氏依旧拒绝。族老们在陆宅大门门前骂得可难听了，骂裴氏娼妇，骂裴氏排床的小贱人，还骂裴氏一双儿女见不得光呢。裴氏丢尽脸面，最后还是江云锦看不下去，掏1000两了事儿，将一众族老哄回了清溪。许家众人听得连连称奇，没有许氏的陆远泽哪里还有曾经的风光？有福之女不入无福之门，你何理使他们没福气？镇国公府最绝，直接火上浇油，定制了一张超大的牌匾，敲敲打打给陆远泽送去，吹吹打打吸引了一大波人。陆远泽被请出门，瞧见镇国公府抬来的牌匾，面色铁青。有好事者大声喊道：快掀开红绸看看，送的什么牌匾？陆大人，快掀红绸啊！陆大人，看看人家谢你什么？陆远泽在众人催促下掀开红绸，硕大的好人牌匾暴露在众人眼前。好人牌匾，陆大人这是做什么好事儿了？竟惹得镇国公府送牌匾。众人猜疑不定，心头越发好奇。可陆远泽一副受到侮辱似的，绝口不提。他哪里不明白，这是谢自己和离之恩。他拳头紧握，镇国公府都是疯子，偏生他惹不起。镇国公老神在在地将手背在身后，深藏功与名。爹啊，你做什么了？给陆远泽发好人牌匾啊，谢他和离之恩。他不和离，哪有咱家的机会？儿啊，你再努把力吧。周岁35，虚岁36，毛37，晃一下就40岁。40岁的老男人。镇国公嫌弃地瞥了他一眼。爹，你这一晃就给我晃掉5年，你替我活了吗？我35啊，咋就40了？甭管晃不晃，芸娘那里咋样了？荣家今年有望娶上媳妇吗？芸娘有啥要求吗？上门的话，需要我和你娘一起嫁过来不？镇国公眼巴巴地盼着，荣彻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3棍子打不出个闷屁，咋生了你这个憨货？2月初，荣彻连夜将陆家重新修缮完毕。谢谢彻哥，
待晏殊考完会试，必定亲自宴请彻哥。荣彻很开心，芸娘能将事情交给他，说明没拿他当外人。2月，陆昭昭该上学了。不想上学，不想上学。乖，听说啊，陛下让国子监新开的小班，那里的厨子很擅长做零食。陆昭昭这才缓缓睁开眼睛，换上衣裳。追风，不要睡懒觉，该起来了。他上学，狗都别想睡懒觉。为了将就朝阳公主，陛下真是费尽心思。说不得，那可是陛下的心窝窝。许多人只听过朝阳公主的名声，并未见过真人。朝阳公主的轿辇到了。轿辇停下，所有人目光灼灼地看过去。真可爱。朝阳公主不等轿辇停稳，自己个儿便从轿子上跳下来，吧唧一个倒栽，众人一愣，随即轰地笑出了声。这次我可没笑。谁笑了？谁笑的？大家憋着满脸笑，无辜地移开眼睛。国子监内皆是皇室和朝臣子嗣，院内环境清幽，颇为雅致。睡觉应该很好睡。朱夫子见陆昭昭接受良好，偷偷擦了把汗。朝阳公主年岁最小，坐第一排，以后我便是大家的夫子，可唤我朱夫子。日常由我教授课业，首辅大人会挪出时间来授课。原首辅桃李满天下，机会不易，大家定要珍惜。朝阳公主有何疑问呢？陆昭昭一扭头，你们的爹娘不要你们溜，以后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夫子还要打手手，谁若不听话，手手都要打开花，可怜可怜噜。全场嚎啕大哭，哭得惊天动地。朱夫子无语，不和朝阳公主做同窗，也许是他们的劫。朱夫子很头痛，朝阳公主好像是个刺儿头。进学第1日便是开蒙，朱夫子带着小孩童们3拜孔圣人，以示今后尊师重道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声音稚嫩，可铿锵有力。陆昭昭站在为首的位置，不由也被氛围感染。小家伙面上多了一丝严肃。待一通开蒙流程下来，时间已经过半，夫子便开始教授《三字经》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小家伙们听得似懂非懂。陆昭昭晃悠悠地举起小手。朝阳公主可有疑问呢？夫子，该发小饼干啦！朱夫子一口气卡在喉咙，上不去下不来。皇帝爹爹不会骗人吧？说好的中间要发小点心呀！更可怕的是，所有孩子都眼巴巴地看着他。夫子，小点心呢？夫子深呼吸，平息情绪。将备下的点心端过来。陆昭昭如愿吃上小点心。皇帝爹爹没骗我呀，国子监的点心真好吃。明儿还来。最让他开心的午膳也超好吃。元首府的孙子元满给陆昭昭夹菜。昭昭多吃点儿，祖父今天没凶你吧？你祖父非要我拜师，当什么关门的弟子，他自己不会关门吗？非要我关门。
圆满差点将饭喷出来。天哪，昭昭，祖父竟然真的认你做关门弟子！昭昭，关门弟子不是让你关门的意思。陆晏殊不知何时走进膳堂。大哥哥，不是要考试了吗？还有3日考试，大哥来瞧昭昭有没有逃学。要不是小点心好吃，我早都跑了。午饭也好吃。不想上学，可是想吃这里的点心和午饭呢。不得不说，皇帝抓住他的命门了。许家老夫人突然病重，说是不行了。怎会这样？咱们离开前还好好的。太医已经赶过去，也不知如何了。原书中，陆景瑶满月酒时，许家被栽赃下狱，最后大舅舅一人顶下罪责处斩，祖母受不了刺激，在狱中病逝。我经常用丹药和增寿符给祖母调养身子，祖母本就寿元将近，再拖个2年不成问题，怎么突然病重？陆远泽，也不知他发什么疯，竟突然求见老太太，将母亲气得生生昏倒。快随我回许家。哎呀，门前死气萦绕，祖母怕是不好。众人心头皆是一沉。你还来做什么？母亲被你害得还不够吗？祖母被你害得还不够吗？砰！一拳砸上陆远泽的鼻梁。登之慌忙喊道：快去拦住大公子！虽说已经逐出族谱，可到底是生父，若是宣扬开来，只怕被世人所不容。晏殊，我是你父亲。父亲？你也配做父亲？这般丢人现眼，败坏陆家门风。若祖父活着，恐怕会因你而抬不起头。儿子的话刺得陆远泽面红耳赤，即便被逐出家门，他顾念生父之恩，从来不曾恶语相向，但这一刻他也忍不住了。我若是你，一杯毒酒自尽，好歹能为陆家保留一丝颜面，你竟还有脸来许家？芸娘，我并不是有意觊觎老太太的，我只想为老太太解释一番。芸娘，你信我。许氏红着眼冲进房门。晏殊，你娘若二家，有后爹就会有后娘，哪里比得上亲生爹娘好？我只是求老太太原谅。陆晏殊神色漠然，抱起妹妹便往大门走去。陆远则面色铁青，他想拉陆元宵，可陆元宵猛地甩开他，跟着大哥跑了。突的，荣彻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，什么阿猫阿狗也往芸娘身边凑。荣将军，你这是何意？她是我的发妻，请注意你的措辞，是前妻。你乃郑国公独子，难道你要娶一个生育3子1女的合力妇吗？她嫁给我18年，为我洗手做羹汤，为我。荣彻听不得他贬低芸娘，一拳将陆远泽打得满嘴是血，牙齿都飞出去一颗。陆大人，嘴巴放干净点。芸娘在我眼里千好万好，待我和芸娘成婚，一定请前夫哥喝喜酒。老太太一张脸煞白，躺在榻上，出气多，进气少。娘！老太太气急攻心，一口气没提上来。那丧尽天良的东西！她听得芸娘府上出事，在荣将军家中住了1晚，她身上带着酒气，来了便跪在老太太面前认错，直言不同意芸娘2嫁，想要与芸娘再续前缘。老太太不同意，骂她狼心狗肺，欺骗芸娘18年。谁知她竟胡言乱语。她说贼人冲进家中，芸娘一个合力妇，不知遭受了什么，竟往芸娘身上泼脏水。她还骂芸娘破鞋，说荣将军捡她不要的破鞋。老太太一听，当场暴怒：我要杀了那个狗杂碎！许三也青筋乍现，压不住火气：你别添乱，先看看老太太吧。老太太瞧着不太好，只怕身边理不得人。太医摇着头：老太太这几年身子本就不好，这回气急攻心，只怕……太医甚至觉得撑不过今日，他如今只能用100年老身强行吊着老太太的命。陆昭昭抿了抿唇，
趁着众人不注意，连丫鬟都没带，一个人偷跑出门。陆远泽正眼巴巴地守在门外。昭昭，你还向着爹对不对？陆昭昭瞥他一眼，偷偷看了眼天。你为什么要气外祖母？我没想气他，是他小心眼，气性的。我不信。陆远泽有心哄他，当即道：我愿用10年寿命换你外祖母平安健康。话音刚落，陆昭昭小手朝半空中一抓，小拳头紧紧攥着什么。陆远泽这一刻猛地眩晕，一张脸白得可怕，好似有什么东西从他身体脱离。陆昭昭朝着老太太的方向手一松，府内突然爆发出一道欢喜声：小小姐，老太太方才断气了，可不知为何突地活过来了。太医都说是奇迹，明明眼睁睁看着瞳孔涣散，身上发凉，呼吸断绝的，这会子老太太都能坐起身了。陆远泽扶着树，一张脸发白。神，什么时候好转的？就方才一盏茶的功夫。都是迷信，全都是迷信啦。但还是谢谢你啦。太医都说不行，都断气啦，居然活过来了，谢谢你。陆昭昭真诚地感谢，这10年够老太太活了。陆远泽心头慌得不行，可此刻浑身软得厉害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陆昭昭离开。奇怪，你这脉象怎么变得蓬勃有力，比之前更硬朗了？太医百思不得其解。脉象奇特，接下来3天，老夫每日来把脉一次。嘿嘿，换了渣爹10年寿元给外祖母。是他自己开口说的，不是昭昭强求他自愿给的。几个舅舅听得陆昭昭的心声，神情一顿，是昭昭。更让太医惊奇的是，他前脚刚出门，后脚就被陆远泽请走。哎呀，今儿这脉象怎如此奇怪？太医陷入深深的怀疑中。许家老太太生机断绝，随后又恢复呼吸，脉象变得蓬勃有力。再活10年不成问题。陆大人这脉象明明正值壮年，怎脉象如此虚弱？仿佛老了10岁似的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这10年贴补给老太太了呢。陆大人可要好好养身子，我先告辞。太医知晓他和许家的纠葛，也不曾多待，很快离开。陆远则心慌意乱，唤来裴氏。你说护国寺方丈何时回京？裴氏知晓他又去寻许家，面色不好看。下月回京。你这是又去挽回他了？还被打得鼻青脸肿。哼！曾经自诩真爱，如今也只剩一地鸡毛。陆远则一巴掌扇在裴氏脸上，眼中满是憎恶。若不是你算计我们和何美美一家人怎会闹得妻离子散？陆远则现在很怀念曾经的侯府。算计？当初可是你爬上我的床。切！你不是说许时云是你养的一条狗吗？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现在怎么要挽回了？陆远则，这是你的报应！裴氏气得冲出房门，直接去了小佛堂。太医都说无事，别担心。你与荣将军不要有顾虑，我瞧着荣将军是真心的。老太太知道女儿在犹豫，娘啊，只希望你这辈子能过得好，娘就算走也走得安心呐。娘不走，娘还要再活10年呢。许氏看了眼荣彻，等晏殊考完试再说吧。荣彻听得此话，欢喜的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，高兴地给老太太磕了几个响头。晏殊即将会试，耽误不得，赶紧回去吧，我这身子骨好着呢。老太太觉得她现在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。第1日上学，今日感受如何？课后点心很好吃。
午膳也好吃，就是同窗们爱哭。爱哭？对啊，他们读书好奇怪哦，他们竟然不是边听边记耶，听一遍都记不住。你要是在书院被打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他聪慧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他把这种聪慧当作人人都有。2月初9，会试第1日，今日的国子监气氛也极其紧绷，所有人都惦记着春闱。而陆昭昭刚进门，便听得有人大言不惭道：“朝阳公主算什么聪慧？景瑶妹妹才是真的聪慧。景瑶明明也是她父亲的女儿，朝阳公主却连景瑶都容不下，真是恶毒无比。”说话之人是个5、6岁的男童，眉宇间满是傲气，可见身份不俗。这是谁？玄纪川回道：“他昨日才回京，你只上了半天学，不曾见到他。他父亲是陛下胞弟靖南王，常年在封地，不曾回京。今年太后大寿，才得诏回京。他叫谢禹州，今年6岁，是个小霸王。昨日回宫，便将6皇子打哭，靖西王都舍不得斥责一句。靖西王常年在封地，年轻时候为宣平帝挡过一刀，陛下对他颇为偏爱。昨日回京，声势浩大，你是没瞧见。”玄纪川翻了个白眼，谢禹州下巴微抬。他在宫中，太后都叫他心肝，连皇子都不能与他相比。你就是陆昭昭，本世子2年没进京，你竟成了公主，切，真是稀奇。你回京，我也是公主。你已经是公主，为何还要欺负景瑶？景瑶妹妹都没有容身之处了。他气哼哼的模样，瞧着竟与陆景瑶相识。难道不是因为他娘当外室见不得光，才没有容身之处吗？陆昭昭年纪虽小，可嘴皮子极其利索。那既然没有容身之处，你接回家呗。她算我哪门子妹妹？你爹的外室子，你也称作弟弟妹妹吗？谢禹州气得面色通红，牙尖嘴利，没有景瑶妹妹半点乖巧。难怪你爹不要你，难怪你爹叫你扫地出门，定是你太过粗鄙，你娘没教好。你再说我娘，我便要打你了。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黄伯伯最疼我，就连皇子都不敢与我相比。你不过是个义女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真以为多受宠吗？本世子不只敢骂你娘，便是揍你一顿，谁也不敢吭声。陆昭昭瞥了他一眼，走近几分，对着他低声不知说了句什么，仅仅一句话便将谢禹州气得暴怒，当场失控。我绝不饶你！陆昭昭才不怕他，像个小牛犊子似的，上前将谢禹州撞翻在地。哎呦！小家伙好歹顾念着皇帝爹爹的脸面。你敢打我？你活腻了！小书童瞧见世子挨打，吓得心惊肉跳，慌忙朝门外狂奔。你若跪下给我当马骑，本世子就原谅你。当马？他生得矮小，可他力气大，一拳头打在谢禹州肚子上，痛得谢禹州惨叫一声。来人呐，给我打死他！黄伯伯那里本世子顶着。他带来的奴仆见两人互殴，哪里敢动手？一个是朝阳公主，一个是小世子。你们还动不动手？黄伯伯还能为了个外人斥责我吗？此话一出，奴仆纷纷上前，玉书也来了火气。欺负谁没带人吗？给我上！朱夫子吓得面色大变。停下！快停下！快停下！全都停下！院长来了！院长来了！谢禹州咬着牙，一副凶狠的模样。请家长！请就请，带我父王前来，定要你好看！陆昭昭苦兮兮地看着院长。真的要请家长吗？我才上学3天，娘会生气的。所有人都请。怕了吧？你若跪下求饶学狗叫，哄得开心，我便饶你。谢禹州神色颇为得意，
你外祖父虽为太傅，可早已致仕。你母亲一个和离妇人，莫要自取其辱。听得陆昭昭在国子监打架，许氏着急忙慌便来了。昭昭可有受伤？娘，我没有受伤。话音刚落，门外便响起一道怒骂声：哪个不长眼的东西，竟敢伤我儿！男儿的脸面多重要，谁这般狠心，竟抓烂你的脸！朝阳公主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儿如何得罪于你？你竟这般心狠手辣！便是陛下宠你，今日我也定不饶恕。靖西王抚着儿子的脸，一脸心疼。许是一个和离妇人，朝阳公主即便受宠，陛下还能为了个义女为难豫州吗？他怎能打脸？将来若影响娶妻，该如何是好？靖西王妃在封地无法无天惯了，此刻难掩怒气。许氏，你怎么管的孩子？小小年纪便如此泼辣，将来如你一般被男人嫌弃合理吗？我和离与我女儿有何干系？许氏不怕和离，可她见不得女儿受半点委屈。王妃未免有些口臭，说话如此恶心。你放肆！妾身哪里放肆？都说儿似母，果不其然。世子小小年纪口出恶言，原来像极了母亲。王妃不分是非黑白，也不问缘由，上来便出口恶言，这便是王妃的教养吗？是他先骂人，也是他先动手的。世子年幼，童言无忌，又怎能算骂人呢？哦，他6岁年幼，我2岁就是大人啦。豫州先动手，定是你辱骂他了。豫州，告诉娘，他是不是辱骂你了？谢豫州紧抿着唇不说话。原本世子并未打人，是朝阳公主说了什么，世子才动手的。你说呀，你说呀，我骂你了吗？骂你什么啦？怎么不敢说呀？谢豫州脸上满是纠结，看了看他娘，一语不发。他是不是威胁你？儿啊，你受什么委屈了？你说啊！王妃从未见过儿子这般有口不敢言的模样。王爷请进。你是皇兄收的义女，本王也算你名义上的长辈，你给豫州认个错，此事就此作罢。朝阳公主，你看如何？王爷，您看他将豫州的脸挠成什么样了？我又没错，为什么要认错？他没错，是谢豫州先辱骂娘亲的。靖西王一甩袖子，有些恼怒。豫州，你来说，他是不是辱骂你，你才动手的？他大抵是辱骂了我吧？谢豫州都快哭了。许氏，你还不承认？儿子，告诉他，朝阳公主骂你什么了？谢豫州面色煞白，已经隐隐有些退缩。母亲，算了吧，母亲。快说。他说我。谢豫州扭扭捏捏，死活不愿开口，时不时偷看父亲一眼。你说，父王在此，父王给你撑腰着呢。谢豫州眼睛一闭。他说我和父亲长得一模一样。此话一出，满座皆惊。是啊，你和你父亲长得一模一样，你觉得是骂人吗？靖西王一张老脸铁青，胸口重重地起伏着，饶是王妃都变了脸色。谢靖西只觉得自己就像个小丑，被2个孩子捉弄的小丑。靖西王扭头就是一巴掌，直接将儿子扇得倒退好几步。谢豫州不敢哭出声，只捂着脸偷偷落泪。你做什么？儿啊，有没有伤到哪里？我做什么？这逆子，你听听他说什么？他说的是人话吗？靖西王此生最恨旁人提及他的相貌，他本就不如哥哥姐姐出众，如今连儿子都嫌弃他，长得像爹，竟是侮辱他吗？孽障，你怎么教的孩子，让他分不清尊卑，竟敢嫌弃爹娘？谢靖西被儿子嫌弃，仿佛被当众掌掴，打得他抬不起头来。他还小，他才6岁，他分不清是非啊！
众人也不由打圆场。世子刚入学，尚未懂事，王爷不必置气，孩子都是这般长大的。娘亲，世子说你的坏话，我才2岁就会替娘亲出气啦。玉州哥哥6岁，怎么还嫌弃爹爹长得丑呢？靖西王怒气刚平息，霎时有了对比，当即暴怒：谢玉州，你给本王滚过来！父王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王叔，你别打了，3岁看到老，玉州哥哥不听话，不如再生一个吧。生一个心疼你、喜欢你的孩子。狗不嫌家贫，子不嫌父丑。玉州哥哥太不乖了，不像昭昭，别人说娘亲，心里就难受。快，打他这个嘴贱的东西！许氏死抿着唇，嘴角都压不住。陆昭昭的乖巧简直和谢玉州形成鲜明的对比。靖西王暴怒，院长默默捂住陆昭昭的嘴。天哪，越劝越暴怒，他都怕陆昭昭把靖西王劝死了。陆昭昭掰开院长的手：其实也不怪玉州哥哥，那个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玉州哥哥才6岁，说不定是听别人嫌弃的呢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看向溺爱儿子的靖西王妃。靖西王牙关紧咬，他容貌平平，但正妻却娶得花容月貌，难道是王妃嫌他丑？我没有，朝阳公主搬弄是非，故意离间我们夫妻感情。多年夫妻，他知道王爷的心结。王妃，您说的呀，我是小孩子，童言无忌啦。昭昭开个玩笑呢。你儿子骂我娘是童言无忌，我也让你瞧瞧童言无忌的厉害。靖西王死瞪着王妃，王妃此刻也不敢护儿子。谁还不是个熊孩子呢？熊孩子就能嘴贱，就能肆意伤害他人吗？刀子落在自己身上才知道疼。谢玉州都不敢哭出声，他只是辱骂陆昭昭，怎么就牵连爹娘了呢？连爹娘都起了隔阂。靖西王怒气冲冲地出门，王妃慌忙追上去。王爷，您听妾身解释呢，妾身从未嫌弃过您，妾身是冤枉的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大眼瞪小眼。本世子要告诉黄伯伯，要告诉皇祖母，定要治你的罪。那你去呗，看看到底谁治谁的罪。皇帝爹爹治我的罪，我就不当他女儿了。昨夜豫州世子回京，喜欢六皇子的佩剑，六皇子不愿给，被世子用砚台砸伤脑袋，他呀宠坏了的。我不管他受不受宠，反正他不能欺辱我娘亲。这是陆昭昭的底线。你是个好孩子。谢谢昭昭保护娘亲，娘亲有昭昭很幸福。昭昭有娘亲也很幸福呀。他会告状，昭昭就不会告状嘛。娘亲，我也要进宫。那可要娘进宫帮你？小孩子的事情，小孩子自己解决，我有帮手嘞。陆昭昭有一兜子玉佩，打不赢就摇人呗。陆昭昭骑着追风便进宫。皇祖母，豫州刚回京就被人欺负，你要给豫州做主啊！豫州只说了几句话，便被人抓烂了脸。皇伯伯，豫州还是不是您最爱的侄儿了？难道就因为豫州长在外头，这京城的人便不认豫州了？放肆！豫州啊，祖母的乖孙，谁竟将你的脸都挠花了？皇祖母的心肝呐，这才回京1天就被人挠烂脸，祖母心疼啊！快宣太医来瞧瞧。
朕倒要看看谁这么无法无天，连豫州都敢伤。黄伯伯定为你讨回公道。豫州，谁伤了你？谢豫州顿了顿，小脸拧巴了一瞬。黄伯伯最疼他，对，最疼他。陆昭昭一个义女，难道还能越过自己的宠爱？是朝阳公主。皇帝属实汗流浃背了。你说谁？朝阳公主，黄伯伯新任的义女啊。咦，为什么太后脸上的心疼没了？黄伯伯方才还震怒，这会儿怎么面色扭曲了？他仗着黄伯伯的宠爱，无法无天，仗势欺人，他连孙儿都敢打，可见其嚣张跋扈。皇祖母，你最疼豫州，对吗？你还手了吗？你打他了吗？打不赢，他力气极大，把豫州按在地上打。皇帝松口气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昭昭好样的。幸好朝阳不曾受伤，你惹朝阳做什么？你皮糙肉厚的，当心打疼他的手掌。谢豫州满脸震惊，呆滞地看着他们。昭昭打你，定有他的理由。这孩子啊，许是将他养得极好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陆昭昭还有一片赤诚之心。小家伙年年冬日都用零花钱在城外施粥建棚，接纳流民和乞丐。你是不是冒犯昭昭了？谢豫州缩着脖子，讷讷的不敢吱声。皇帝一见，哪里还不明白？静熙真将你宠得无法无天，小小年纪便满口谎言。来人呐，送回静熙王府，好好管教。方才还喊心肝的太后，此刻满脸严厉。小霸王哭得撕心裂肺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嘿，谁让你踢到铁板了呢？活该！朝阳公主进宫告状了，皇帝连夜赐下一柄戒尺送给静熙王府。夜里，小霸王被打得屁股开花，静熙王亲自抽了他20戒尺。昭昭，幸好有你，他一来便抢我的佩剑。我外祖父是武将，后来他战死沙场了，这是他生前送我的周岁礼物，我舍不得送人。他用砚台伤我，母妃哭了好久，怪自己身份低，不能给我撑腰。我还以为要吃个闷亏呢。虽然昨日父皇赏了宝物弥补他，可他心里到底不开心。他欺负你，你就应该狠狠打回去。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，凭什么惯着他？遇到熊孩子，你就要比他更熊更疯。我知道了，谢谢昭昭。陆昭昭出宫后，还特意绕道去静熙王府听哭声。谢豫州哭得有多大声，他便笑得有多开心。第2日，陆昭昭正要上学，站在门口听得拐角处传来哭闹声，很是好奇。怎么回事啊？过去看看。忠永侯府，呸！已经夺爵了什么侯府？陆大人长子陆景怀被媳妇儿捉奸了。天哪，捉的还是他和3个大汉不得不说的故事。小孩子家家不要听八卦，而自己呢，耳朵却高高支起。怎么回事？细细说来。这几日不是会试吗？谁能想到这陆景怀竟不曾参加会试？他那妻子江夫人无意中瞧见他的身影，怀疑他养外室，便让人跟踪他，带着人去捉奸，竟捉到他与3个大汉。你们是没瞧见那现场，眼睛都要瞎了，求一双没看过的眼睛呐！满京哗然呐，早上他连铺子都不开，赶过来凑热闹。这会儿京城都闹变了，陆大人面上无光，方才赶过来甩了他2巴掌，直喊家门不幸呢。这陆景怀怕是完了。这陆景怀原本就是个浪荡子，是个男女通吃混不吝的，拿了好几次伤药，都是伤在臀部呢。上回他还拿了蒙汗药，还有那等助兴的药物。虽然他戴着面具，可药堂小伙计一眼就认出了他。天哪，
玩的可真花。江云锦眼前一阵苦一阵白，他感受到陆景怀要杀人似的目光，叫苦不迭。他压根儿没想闹大呀，可谁想到大门推开的那一刻，外边涌出无数小乞丐，大喊捉奸了，将他架在火上烤，压根儿没有回头的余地。此刻江云锦死咬着唇，我要和离。陆景怀骗得我好苦啊！彪哥，你让咱们盯着他，还真盯出问题了。这回可不是咱们兄弟不给他活路，实在这小子心毒，这小子真敢想呢。他带着蒙汗药，原先是想将晏殊公子骗过去，他想毁了晏殊公子，兄弟们哪敢让他得手，直接将他打晕送回去了。他那包蒙汗药还有助兴的东西都给他自己吃了。咦，他可真敢想，干得漂亮！陆昭昭从兜里掏出2块金元宝，请弟兄们喝个茶吧，辛苦大家了。嘿嘿，好，多谢彪哥，您放心吧，咱们盯着呢，还是彪哥的名字好听，朝阳公主不如彪哥响亮。丐帮的兄弟们大多只知彪哥，不知朝阳公主。待刀疤离开，玉书才气冲冲道：活该，他想将那些肮脏手段用在大少爷身上，如今只能算他罪有应得。此刻的陆远泽当真气到了极致，他手中捏着皮鞭，凶神恶煞地看着陆景怀。你为什么没去会试？你什么时候喜欢男人的？陆景怀浑身发软，眼中闪过一抹憎恨。为什么不是陆晏殊？为什么不是陆晏殊？陆远泽一鞭子又一鞭子往他身上抽。景怀定是被人算计的，他定是被人算计了。陆远泽一鞭子抽在裴氏身上，痛得裴氏嗷嗷直叫，疼得在地上打滚。算计？他去药堂买了几次伤药，全都是算计吗？陆远泽不敢想呢，简直不敢想。是了，裴氏你就是个不要脸的，你就是个无眉狗核的外室，儿子又能好到哪里去？裴氏呆呆地看着陆远泽。许是端庄贤良，教出来的孩子堂堂正正，光明磊落，而你呢？像我，多可笑啊！陆远泽，你现在推卸责任了，哼！养外室18年的是你呀，是你要想齐人之福，是你嫌弃许氏古板无趣，嫌弃他像个木偶不够鲜活，怎么现在后悔了？只可惜许氏不要你了。许氏有荣大将军，镇国公府独子，哪里还看得上你？陆远泽气得浑身发抖，死死咬着牙，一鞭子抽上裴氏，抽得裴氏整个人都在颤抖，痛得哀嚎。如今你只得景怀一个儿子，你抽死他，抽死他，抽死他，你就无子送终了。陆远泽，你不行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马上疯，伤了男人的根，你只得景怀一个儿子了。陆晏殊、陆正月、陆元宵、陆昭昭都被你赶出家门，划去族谱，你只有景怀了，你抽死他！你抽死他，让忠勇侯府绝嗣啊！裴氏又哭又笑，眼泪不断滑落。陆远泽心头剧痛，痛到直不起腰，鞭子落在地上。日子怎么就过成这般样子了呢？你怪母亲做什么？当年是你哄的母亲做那见不得光的外室，你许诺母亲心中只有她，对许时云只是逢场作戏。母亲信了你的邪，甘愿做你的外室，一日又一日等着休妻，而你呢？陆景怀死死瞪着他，眼中对他只剩恨意。随着陆晏殊出生，你眼里再没有旁人，你称赞许氏会生养，谈到兴起之时，还要让我背书。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没有陆晏殊的才华，
陆晏殊3遍就能记住全文，而我彻夜不休都赶不上他。你对我越发不耐烦，甚至直言我比不上陆晏殊一丝。我恨他，我恨陆晏殊，我日日夜夜祈求上天让陆晏殊死，让陆晏殊跌下神坛，结果却等来他8岁中秀才，天下最小的秀才。陆景怀恨他恨到了极致，所有人都追捧他，称赞他。凭什么陆晏殊如此好命？所以你让裴耀祖对晏殊下手。陆远则哪里想过陆景怀当年才8岁就敢生出杀人的心思。我为什么不敢？他挡在我前头，他就该死，让他死在盛名之时，才能让你痛不欲生。只可惜裴耀祖这个蠢货连个孩子都杀不死，若不是他坏了我的事，我早已顶替陆晏殊，拿着他的手稿夺得他的一切。陆景怀只恨当年自己不敢亲自出面。他永远是个摊子多好，他永远坐在轮椅上多好，为什么上天总给他希望？为什么？陆远则后退一步，他从未想过陆景怀心思如此阴暗。陆远则浑身都在抖。爹，你害怕什么？那不是跟你学的吗？你娶高门嫡女，给她洗脑，让她为你所用，用她的嫁妆养全家养外室，甚至还借用许家的权势笼络关系。你软饭硬吃，你比我更卑劣啊！甚至你想要将姚妹妹养在她膝下，想要让她嫁祸许家，害死许家。爹，论狠，你比我狠多了，都是您教我的呀。陆远则脑子里那根弦猛地崩断，他疯了一般上前，死死掐住陆景怀的脖子。裴氏哭嚎着冲上来，直接将陆远则撞翻在地。陆远则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想要弑杀亲儿子吗？裴氏眼中满是恨意。从陆远则马上疯，从他被捉奸在床时，他便知道自己失宠了。他绝不允许陆远则再生育别的孩子。陆远则让人偷偷熬药，他会不知。他能从一个外室急走正室，带着子女光明正大地走到人前，最不缺的便是心狠手辣。陆远则每日喝的药都是加了料的，他这辈子都别想再生出子嗣。夫人，老太太摔下床了。方才有个小丫鬟在床前嚼舌根，老太太气愤之下竟跌下床。先将老爷扶回去，请大夫来瞧瞧。老太太，先让她冷静冷静。老太太还趴在地上呢，她不许奴婢碰。切，不让碰，那就让她躺够了再起来。老太太喜凉不喜热，将房中炭火熄灭。丫鬟恐惧地点着头，不敢看裴氏。去请少夫人回府吧，便说少爷伤了身，劳烦她回家伺候。已经出嫁的女儿住在娘家算什么事儿？裴氏千方百计娶回江云锦，自然不允许他抛下陆景怀。他若不回，你便告诉他，他婚前失贞，不想身败名裂，便安分点儿。丫鬟紧抿着唇点头。娘，锦娘好怕，爹爹会将我们赶出去吗？就像赶走许氏一家吗？不怕，瑶瑶，我裴娇娇永远不会和离，也不会被休妻。我裴娇娇只有丧夫。陆景瑶满意的勾唇。陆景怀屈辱地撅着屁股趴在榻上，前后疼得发抖。景怀公子要洁身自爱呀，你这伤势万万不可再胡来。公子还未有子嗣，以免伤了根本呐。大夫从未见过如此惨烈的伤势，还伤在这无法言说的位置。劳烦大人多用些心，我这儿子生性单纯，只怕让人给害了。
大夫接过银子没说话，这可看不出来单纯。此药1日3次，内服外服同用，既防事半年。陆景瑶撇了撇嘴，这大哥真蠢，踩在巨人肩膀上都赢不了陆晏殊。景瑶，你是女孩子，总归要嫁人的，将来能依靠的只有亲哥哥，你要想法子帮帮景怀。这女子再强，这一生终究要依附男人。裴氏知道女儿内心的强势，即便她才2岁，她时而能感受到女儿对儿子的不屑。她的女儿异于常人，她知道，她的眼里时常流露出不适于孩子的目光。陆景瑶眼底闪过一抹厌恶，但转瞬即逝。娘亲，我不帮哥哥还能帮谁呀？哥哥好，咱家才会好。哼，爹爹变心了，明明以前他最喜欢娘亲。他喜或不喜，都无法撼动景瑶的地位。放心吧，景瑶如今是陆家上过族谱、正儿八经的官家姑娘。早些去歇息吧，娘陪陪大哥。大哥哥，你怎么会去书院？我不去，夫子欺负我，他针对我。陆晏殊神情严肃，面色紧绷。他怎么针对你？他骂我是狗。陆晏殊心疼的不行。怎么骂你了？就上课的时候，他说谁在讲话，谁就是小狗。我讲话了。他委屈巴巴地看着大哥。他骂我是狗。陆晏殊面上的凝重霎时僵硬。他还是个骗子，说话不算话。陆昭昭气得直咬牙。他说谁再说话便滚出书院。那我就背着包包就走了，他又把我拦住，我不喜欢他。大哥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怎么沉默了？要不然大哥亲自送你去书院吧，顺便给夫子认个错，他怕妹妹把夫子活活气死。我不想去。无论陆晏殊怎么说，他都不愿意。陆晏殊只得作罢，暂且让人替他请1天假。娘，我总觉得我们不该是这样的。他有种深深的违和感，不该这样的，到底哪儿错了呢？自从陆昭昭出生后，一切都不同了。陆昭昭出生前，你爹心系咱们，你依旧是天才。陆晏殊是摊子，陆元宵学赌，陆正月喜欢苏芷清，所有人尽在掌控呢。对，是陆昭昭，陆昭昭是变数。两人对视一眼，纷纷瞧见眼里的熊熊烈火。你怎么来了？儿子背的，我还不能来瞧瞧？谁生的谁疼？陆远则真狠心。滚出去！面上恼怒，眼中厌恶毫不掩饰。怎么和你爹说话呢？老子可是你亲爹，若不是老子，你能来陆家享福？白眼狼，真以为你是陆远泽的种啊？我倒巴不得是陆远泽的种，至少他那几个种天资不凡。狗杂种，怎么和老子说话？你发什么疯？你若再胡言乱语，我便将你打出去。见裴氏动了怒，男人才老神在在地坐下。陆景怀面色难看。我看你是疯了，竟敢将他带回家，竟然还被祖母抓住，你怕是昏头了。裴氏被儿子指着鼻子骂，面上无光，当即拉着光头男人出门。穿好你的僧袍，若被人发现，谁都讨不了好。男人吊儿郎当地看着他。发现又如何？陆远则不管事，府上都是你做主，这府上谁敢忤逆你？裴氏冷笑一声，可他想要的风光不是这样的。裴氏听得耳边传来低低的哭声，厌烦不已。死老太婆怎么还在哭？就不能堵住她的嘴吗？老夫人尿了一地，想来是冷。冷什么？每天哭嚎，想来火气重。裴氏冷着脸，丫鬟低着头，不敢再说什么。你先退下吧，我亲自来伺候老太太。
丫鬟看了眼地上瑟瑟发抖的老太太，退了下去。裴氏上去便抽她一巴掌。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让你搓磨我，让你搓磨我。老太太刚瘫痪时，陆远泽替她请了几个嬷嬷，日夜守着她。老太太夜里一会儿要吃，一会儿要喝，一会儿要拉，折腾得裴氏面色发黄。每日早晚还要按摩腿部，痛得她双手发抖。老太太为了搓磨她，故意拉在裤子里让她清洗，害得裴氏整日吃不下饭。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你儿子多久不曾来看你了？老太太怨毒地看着她。你以为我是许时云吗？你一场风寒，他彻夜守在你床头，咳嗽一声就端水，累了就捏肩捶腿，小心翼翼哄你开心。裴氏用巴掌拍他的脸。我可没那么好耐心，卑微的给人当婢女。老太太浑浊的眼中满是泪。老太太悔呢恨呢，为何要将许氏和孙子孙女赶出家门呢？若是许氏，定将他伺候得干干净净，照顾得极好吧。你现在摆这副姿态做什么？我可不是许氏，不会心疼你，我也没他贱，日夜伺候你。你若当真疼我，早该将我带回侯府，而不是将我养在外面18年。你真以为我会感激你吗？你别看门外陆远泽来不了，景怀窃取晏殊文章，陆远泽气晕了。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景怀的天才之名是偷晏殊的。你这个死老太婆命可真好，侯府居然出了个真天才。不过你没福气，上天赐给你天才，你又赶出去了。裴氏知道他在意什么，专捅他心窝子。毒妇！我算什么毒妇？我可没你毒。你真以为自己多么善良无辜？呸！你可比我毒。老侯爷征战多年，跟着先皇打天下，先皇赐下好几个妾室，你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老侯爷便将妾室遣散。而你呢，知道自己来自乡下，粗鄙不堪，比不得娇美的妾室。老侯爷已经放走妾室，而你派人划烂他们的脸。这般久远的事，他已经快想不起来。这也就罢了，你还记得自己的贴身丫鬟吗？那个丫鬟好像姓李，叫巧娘吧。你刚入京，瞧见京中妇人端庄貌美，害怕老侯爷被勾了魂儿，自己将贴身丫鬟送上老侯爷的床，让他替你笼络老侯爷。老侯爷本就无心纳妾，可你给他下药成了事儿。事后老侯爷怜惜巧娘，给了巧娘妾室身份，而你却后悔了。你在巧娘怀孕时，将巧娘装入麻袋，溺入护城河中，一尸两命。身后的光头男人呼吸粗重，眼眶泛红，死死捏着拳头，压着心头的怒意。那时巧娘怀孕8个月，孩子都快出生，你多狠呐！老侯爷因此事与你离了心，连陆婉意都是你灌醉老侯爷得来的。时间久远，你还真当自己善良呢？你又算哪门子好人？裴氏捏着鼻子，满是嫌弃。李远熙还不赶紧将他扔冰水里洗洗去！听得李远熙的名字，他猛地看向光头男人。男人穿着僧袍，高高在上的看着他，嘴角噙着一抹浅笑。不！他恍惚间又想起当年老侯爷抚着巧娘的肚子，笑道：“这一辈是远字辈，嫡长子叫远泽，你所生的庶子便叫远熙，若是女儿，便叫……”那时他站在门口，瞧见屋内温馨的一幕，几乎咬碎牙。远熙，他是巧娘的孩子。大哥，媒婆去龙叔叔家了，
哼，是不是有人要给他说亲了？不行，这可是我自己给自己挑的后爹。哼，整天给娘献殷勤，他还偷偷找媒婆，我要拧断他的脖子。小孩子不要那么暴力哦。那我温柔地拧断他的脖子。小家伙将钥匙递给哥哥。我有钥匙，大哥去开门。荣将军，我这可是官媒，您要什么样的姑娘，我都能给您找。家世相当的，容貌出众的，学识渊博的，咱可都能寻到。您可是镇国公府独子，您不能让荣家绝后啊！宋媒婆苦口婆心地劝道。哎，上回替您说亲还是10几年前，这都30几岁了，竟还没成。荣彻当真是宋媒婆说亲路上的滑铁卢。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告诉我，我替你寻呐。这京城的姑娘哪家我都能替您说一说。宋媒婆眼巴巴地看着他，若是按照他以往的规矩，肯定早已被赶出家门。可此刻荣彻竟不曾赶他。宋媒婆眼睛猛地一亮，不怕你条件苛刻，就怕你不提要求啊。哎，您喜欢什么样的？最好34岁的，不过了年正好35。我听算命先生说，妻子生辰在6月最好。许时云便是6月生辰。宋媒婆一怔，我算过八字，合离过的女子比较旺我，所以要合离过的。我这辈子子嗣缘浅，若是他能带子女改嫁，就更好了。哦，最好带3子1女改嫁的。你这是提要求吗？你这是定向征婚呐！35岁带3子1女合离，生辰在6月，最好是不是姓许？许氏带3子1女合离，京城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难怪你这么多年不说亲不成婚，合着心头早有人呐！媒婆惊呆了。门外陆昭昭张大嘴巴，哇哦，定上说亲，只差报母亲名字啦！大哥，荣叔叔做后爹，你喜欢吗？昭昭喜欢，大哥就喜欢。陆晏殊已经不再是奢望父爱的孩子了。那昭昭喜欢荣叔叔吗？他对娘亲好，他对昭昭也好。陆晏殊疼惜地看着妹妹，昭昭从未体会过父爱，而自己是哥哥，无法弥补缺失的父爱。他偷听过昭昭心声，昭昭前世亲情缘浅，也不曾拥有过完整的亲情，那便足矣。哇，娘亲，二哥真的升官了吗？你二哥这个笨蛋，战场上升官都是以命相搏，用军功换来的。那他给温宁姐姐写信了吗？许氏哭笑不得。你这个小管家婆，温宁是他的未婚妻，难道他还能忘了不成？哪儿用得让你操心呢？陆昭昭嘿嘿一笑，许氏将他哄睡，这才带着儿子的信件回房。陆昭昭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突地轻轻吸了吸鼻子，翻身下床出了门。嘘！玉书一愣，跟上陆昭昭的脚步，行走一会儿来到温家，只见温宁院内被一股浓浓的阴气笼罩。陆昭昭气怒，这可是我未来的二嫂。他从地上捡起一片树叶，注入灵气，树叶便飞过去，贴在房门上，阴气瞬间退去。陆昭昭拍了拍手，先回家睡觉，明儿早上去看看温宁姐姐。小家伙心里存着事，第2日天不亮便跑到温家。温伯伯，我想安宁姐姐啦，我想寻安宁姐姐玩，可以吗？这几日安宁病了，当心过了病气给公主。昭昭不怕，昭昭身体可好了。二哥不在家，昭昭要替二哥照顾好二嫂。温大人拦不住，只得由着他。温宁坐在床边愣神儿，这几日姑娘总是做噩梦，太医也看不出毛病。安宁姐姐，你在想二哥吗？若是以往，温宁早已面红耳赤，而此刻她神情竟有些恍惚。安宁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有人欺负你了吗？昭昭，我很喜欢正月哥哥，小时候就喜欢他，
可是我不知怎么回事，夜里总是梦见一个陌生的男人，他在梦中对我诉说情意，还让我去找他。昭昭，我对不起你二哥。后来他睁着眼睛到天明，不敢闭眼。是樱桃花，好啊！我陆昭昭的嫂子也有孤魂野鬼感染纸，简直活腻了。昭昭，我喜欢你二哥，我只想做他的妻子。若今晚我躲不过，我便拼了这条命和他玉石俱焚。阿宁姐姐，你别怕，他可有告诉你地址？温宁眼眶泛红，点了点头。玉叔，帮我请一天假。玉叔苦着脸，奴婢怎么请啊？阿宁姐姐，她的家在哪里呀？梦里她告诉我，她家出城往东走3里地，村口有一棵巨大的槐树，村子名叫大槐村，村里有许多住户，门前有条河。大槐树3里外。马车一路朝城外而去。阿宁姐姐，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呀？他说他叫朱永和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来看我了吗？是谁？昭昭，快回来！小家伙站在坟包上，脆声声问道：为什么缠着我姐姐？昭昭，他在那儿！温宁吓得差点昏死过去。落水鬼啊！没有替身便无法投胎转世，我寻个妻子陪我有何不可？他收了我的聘礼，便是我的妻子。温宁浑身都在抖，可依旧拦在昭昭前面。昭昭，你快走！就凭2个纸人儿？咦，你穷疯啦！他从怀中掏出纸人，直接扔到男人脚下，纸人无火自燃。孤魂一碰到火焰便嗷嗷惨叫，神色间满是恐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钟永侯，你不得好死！你说谁？你认识钟永侯？孤魂霎时理智回笼，老老实实地跪在地上，哪儿还有方才的嚣张模样？当年他看上许家嫡女，差人让我扮作山匪劫车。他英雄救美，替贵女挨了一刀，成就良缘。明明说好的，事成之后给我1000两白银，我离京再也不归。他却将我一干兄弟赶尽杀绝，将我溺入水中，成了护城河的水鬼。求求您，小孩有大量，求您放过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昭昭，许一一生被蒙蔽，他便是帮凶，不能放过他。您是许氏之女。恶灵猛地化作一道黑烟想逃，陆昭昭抽出朝阳剑，直直插入坟中。去我娘面前忏悔吧。陆昭昭从玉佩中寻了个玉瓶，恶灵装进去的那一刻，陆昭昭径直盖上。昭昭，谢谢你，若不是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温宁后怕不已，他真是昏头了，带着昭昭来寻梦中人。我答应二哥要照顾好你的。阿宁姐姐，我二哥正军宫去了，他说要风风光光迎娶阿宁姐姐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温宁将陆昭昭送到门口，姐姐身上太狼狈，明日再来拜访许姨。陆昭昭点了点头，与温宁道别后，抱着玉瓶往主院跑。许氏正在给菩萨上香，祈求陆晏殊科举顺利，祈求陆正月平安健康。昭昭，你今儿又逃学了？没逃学呀，告诉夫子请假了。你那是请假吗？你那叫通知。陆昭昭眨巴眨巴眼睛，小心翼翼地看着许氏。娘亲，你还记得当初与渣爹的相识吗？问这做什么？昭昭想知道嘛。小家伙语气娇软，神色带着祈求。许氏哪里受得住他撒娇？他呀，这辈子做过唯一的好事，大抵便是救我一命了。
那时我刚及笄，去寺庙上香祈福，返回时遇到山匪劫道，是陆远泽救我一命，替我挡了一刀。这一幕对刚及笄的少女来说有着极大的冲击。唉，该怎么告诉娘亲挡刀都是骗局呢？从他见到娘亲第一面起就满口谎言。许氏微怔，挡刀是骗局。娘，你还记得劫匪的长相吗？记得，为首的劫匪无意中露了面。唉，渣爹派山匪挟持母亲，他自己英雄救美，以身挡刀，事成之后又杀劫匪，好算计啊！陆昭昭小脸狰狞，该怎么和娘亲讲呢？娘，我抓了个落水鬼，你不要害怕啊！陆昭昭打开玉瓶，一道人影自瓶中飘散而出。恶灵在玉瓶中痛不欲生，只觉这股灼烧刻在魂魄上，摆脱不得。许夫人，您饶恕我吧，是陆远泽，他让我劫持你，他想要英雄救美，让您死心塌地，求您饶恕我吧。他一眼就认出这是当初劫持他的匪徒。娘，您还好吗？许氏手掌轻颤，死死压住心头的恨意。他前半生就是一场笑话。娘，我可以打散落水鬼吗？他留在世间为非作歹，残害无辜的人。许氏轻轻点头。陆昭昭在水鬼惊恐的目光下，一掌将其打散，魂魄灰飞烟灭，消散于三界。小家伙担忧地看着母亲，可他知道母亲需要静一静。陆昭昭退出门，神情泱泱的。唉，渣爹真该死啊！不开心，不开心。唉，寻点乐子，开心开心吧。许氏隐约听得心声，也并未引起重视。小家伙寻个开心罢了，总归不会闯祸。只听得登知说他进宫了。秦贵人风寒可好些了？回陛下，听说秦贵人病得厉害，这几日都不曾出门呢。皇帝念着秦贵人前几日辛苦给他熬汤，正想过去看看，便听得小太监禀报：陛下，朝阳公主进宫了，瞧着脸臭得很，嘟囔着嘴，似乎兴致不高。皇帝爹爹，你去哪里呀？朕打算去瞧瞧秦贵人，听说她感染风寒病了。咱家昭昭今日怎么进宫了？想皇帝爹爹了。昭昭心情不好，进宫找点乐子，开心开心。皇帝一脸狐疑，找乐子来皇宫做什么？他总觉得后背发凉。正好太后想你，等会一起用膳。我也想去看秦贵人，可以吗？自然可以。昭昭去看他，那是他的福气。今儿兴致好，不用摆架，咱们直接过去吧。好在秦贵人住在永宁宫，永宁宫是惠妃的宫殿，走一会儿很快便到。偏殿外的丫鬟瞧见陛下，神色微变，正要转身回去禀报。不要惊动惠妃和秦贵人，朕只来看看，等会给他们个惊喜。丫鬟瞪大眼睛，急忙道：贵人风寒，当心过了病气给陛下，不如让奴婢去通传一声。王公公怒斥一声，便随着皇帝入门。小宫女面色煞白。哇哦，皇帝爹爹，惊喜怕是要变惊吓喽！这刺激的瓜，你能承受吗？皇帝狐疑地看向陆昭昭，方才还垮着个小脸儿，这会儿怎么如此兴奋？既然要给姨姨们惊喜，我们偷偷的从小路过去，好不好？奴才知道一条小路，平日里都是丫鬟婆子走的。带路吧。奇怪，怎么宫人奴仆都没瞧见？怎么秦贵人寝殿如此安静，一个人都没有？莫不是那些胆大包天的东西，以为秦贵人不受宠，慢待他？耳朵突的一动，王公公正要说话，皇帝猛地抬手制止。屋内有响动。你最爱的是不是我？你是不是爱上他了？你每日热脸贴他冷屁股，我心中难受。秦贵人声音娇柔，听得皇帝拳头紧握，死死压着怒意。秦贵人，她竟敢在宫中养奸夫！砰！
端着水的丫鬟手中铜盆落地，发出巨大的声音：“陛下，陛下恕罪，奴婢没拿稳铜盆，贵人风寒的厉害，高热不退，奴婢大些水给他擦洗身子。”皇帝猛地踢门而进，秦贵人慌慌张张从榻上爬起来：“陛下，您怎么来了？”该死的东西，你竟敢在宫中养奸夫！皇帝瞧见窗户大开，朝外望去，却什么也不曾看见。窗外养着许多花草，大概走得匆忙，跳窗时撞碎了白色花盆，竟被碎片扎出了血迹。陛下有新鲜血迹，血迹还不曾干。陛下，妾身没有养奸夫，殿中只有妾身一个人呢，求陛下明察。还敢狡辩，混账东西！他今日心血来潮，给秦贵人一个惊喜，秦贵人却还他一个惊吓。搜，给朕搜！封锁永宁宫，所有人只准进不准出。皇帝袖子一甩，怒到了极致。王公公不敢劝，立马带人封锁永宁宫。不多时，皇后带着人匆匆赶来，瞧见跪在地上的秦贵人，心头咯噔一声。皇后，你来得正好，给朕查，这贱婢竟敢养奸夫，朕定要抄他的九族。正巧王公公进殿，可查出什么线索？王公公苦着脸，真是造孽啊！他做什么妖，走什么小道，给什么惊喜呀？奴才将永宁宫封锁，一只蚊子都飞不出去。可将殿内翻了个底朝天，都不曾找到贼人踪迹。那人跳窗受了伤，将永宁宫所有带伤之人带过来。秦贵人紧抿着唇，奸夫是谁？你若招，朕饶你不死。没有奸夫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皇帝怒斥，掘地3尺也要给朕找出来。皇后捏了捏手绢儿，看着秦贵人直皱眉。陛下从秦贵人房中搜出许多情诗。好，好得很。殿内气氛紧绷，所有人低垂着头，不敢吭声。陆昭昭盘腿坐在椅子上，一边嗑瓜子儿，一边蹲喝牛奶。你们忙你们的，不用管我。我能照顾好自己。陆昭昭对着皇帝摆手，一副懂事的模样。皇帝无语。陛下，永宁宫身上带伤之人全都找来了。王公公顿了顿，惠妃娘娘今儿早上给您熬汤药，烫伤手掌，可要一同请过来。可请太医了，伤得可重。眉宇间满是关心。话音刚落，惠妃便进了门。妾身有个婢女略懂医术，已经给妾身包扎过了。惠妃身上带着沐浴的香气，似乎听得消息才匆匆赶来。陛下，妾身与秦贵人同住永宁宫多年，她老实本分，恪守规矩，怎会在宫中养外男呢？您可不能冤枉了秦贵人。再者，这永宁宫是妾身主殿，若永宁宫有外男，您不是打妾身的脸吗？难道您怀疑妾身养奸夫？他当然不会养奸夫，他就是那个奸夫呀。惠儿，朕从未怀疑过你，你为了朕日日讨好后宫嫔妃，朕怎会怀疑你？秦贵人她糊涂啊，她当不得你的爱护。皇后瞥了眼惠妃，眼皮子狂跳。这奸夫该不会是惠妃吧？殿外侍卫禀报，陛下，从湖心亭中搜出一对木雕，似乎是元宵节祈宴留下的。秦贵人猛地抬起头，血色霎时褪去。王公公接过木雕，瞥了一眼，神色狐疑，怎是两个女子？皇帝接过木雕，总觉得木雕有些眼熟。这对木雕是两个女子，其中一个像是秦贵人，那另一个呢？秦贵人心快要跳出嗓子眼儿，额头死死抵着地面，不敢让皇帝发现他眼中的惶恐。当然是秦贵人和惠妃娘娘啦，妾身也有一对儿啊，妾身也有一对儿。林昭仪跟在后头，这是元宵节时我们与惠妃娘娘一同做的，姐妹们各有一对儿。哇哦，惠妃的鱼齐聚一堂啦！陛下您瞧瞧，像不像妾身与惠妃姐姐？确实像，你们姐妹之间竟能相处得这般好。先皇后宫妃嫔之间时常残害子嗣，
她倒是有福，心上人与嫔妃亲如姐妹。皇帝爹爹，快睁开眼看看呐！你的小老婆们全都站在惠妃身边，一个都不靠近你。快看快看，淑妃偷拉惠妃小手手啦！有，江嫔瞪淑妃了，争风吃醋呢。皇帝冷漠地看向秦贵人，奸夫是谁？你若说出来，朕饶你不死。陛下，是妾身的错，妾身甘愿认罚。妾身出身低，在宫中人人可欺，不受宠时，连宫人都能踩几脚。是他给了妾身希望，妾身没有白活一回。妾身这辈子不能与他长相厮守，但求来生能与他共白头。陛下，妾甘愿承担一切责罚。不好，他要自尽！离得最近的惠妃来不及多想，直直地扑上去。哎呦！秦贵人一头撞在惠妃身上，痛得惠妃惨叫连连，脸色煞白。好死不如赖活着！惠妃疼得呲牙咧嘴，竟直接撞晕过去。惠妃姐姐，滚开！祸害！淑妃一脚踹开她，林昭仪大喊：“陈太医，快陈太医！”皇帝甚至来不及反应，便被几个人排斥在外。皇帝微怔，瞧见众人围在惠妃身边，急得眼眶发红，他心头不太舒坦，总有些不对劲儿。皇帝压下不对劲儿，立马让人将秦贵人压下去，而秦贵人失魂落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只是……方才被捉奸在床时，他都不曾露出惊恐，此刻眼泪都包不住，手脚都在发软。惠妃如何了？可伤及内脏？几个妃嫔站在后头，似乎收敛许多，只关切的眼神瞒不住。太医把脉后，结合医女查体道：并无大碍，只冲击下撞出了淤青。每日用伤药揉开，会有些疼，但7日便能散愈。众人霎时松口气。既然惠妃无事，那妾身也该告辞了。他们今日太过打眼，不能在永宁宫久留了。妃嫔离开后，太医开好药方。惠妃娘娘身上有多处擦伤，微臣再开些跌打损伤药，以免留下伤疤。擦伤？医女回禀道：瞧着像从高处跌落擦伤的，膝盖都青了，手掌上的伤口也不曾清理，还有泥土呢。这不是烫出的水泡吗？怎会有泥土？是烫的水泡，但底下似乎有割伤，伤口清洗得不够干净，还有泥。皇帝身子晃了晃，心头莫名的发慌。能看出是什么割伤吗？太医仔细检查后，不像是利器，倒像是打破碗被碎片划伤，但里边有泥，可要替惠妃娘娘重新清理伤口。皇帝沉默着一语不发，脸色极其难看。陆昭昭心情大好，果然还是看别人吃瘪心情好。瓜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，但不能出现在自己身上。退下吧，惠妃伤口暂且不必处置。今日在永宁宫所看到的任何事都不可外传。太医低着头应下。待众人离开，皇帝站在窗前，双手撑在窗沿，双腿离地，很容易便跨了过去。他是一个正常男人的身高，对方身量不高，整个永宁宫寻不到踪迹，就像从未出现一般。皇帝微闭着眸，深深地吸了口气。真的从未出现，还是原本就住在宫中，拥有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呢？王元禄，上次秦贵人和江嫔打架，有惠妃在场吗？王公公额头大汗淋漓，他不敢想，他脑子里的想法太过大逆不道。当时是不是惠妃也在场？是。但江嫔和秦贵人一致将惠妃娘娘摘了出去，只说惠妃听得吵闹声过来劝架，去搜惠妃的主殿。皇帝颓然地坐在椅子上，蹲。陆昭昭吃多了瓜子小饼干，抱着奶壶狂喝。皇帝悠悠地看着他，那你也想喝？皇帝无力地摆手，总觉得他特意进宫看笑话的，来时垂头丧气，这会儿眼神灼灼，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。
皇帝不敢想，只觉天都要塌了。你，皇帝声音微顿，他对惠妃的盛宠天下皆知，结果惠妃喜欢他的嫔妃。秦贵人的奸夫是你？陛下，您不是都看到了吗？这满地书信，您没看吗？你喜欢女子，你从来不曾喜欢过朕。皇帝身子都在发抖，他简直不敢想。我当年被父皇打到皮开肉绽，下不来床，冒着被百官弹劾的风险将你娶过门，你却不喜欢男人？喜欢？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？是你抢亲带我入宫的。宫中妃嫔无数，多少人期待着你的宠幸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你对他们有几分真心？我心疼妹妹们，我只是想给妹妹们一些温暖，我错了吗？放肆！该死的东西，你冥顽不灵！王元禄，给我打！皇帝俨然气红了眼，殿外响起急促的脚步声。妾身替惠妃受过吧，要打您就打妾身吧。江嫔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妾身愿以命换命，求陛下饶过惠妃姐姐。妾身愿以命换惠妃姐姐。皇帝瞧见这荒唐的一幕，不可置信地后退一步。全都知道，他们全都知道呀，这后宫都是惠妃娘娘养的鱼呀。陆昭昭小声嘀咕，王公公差点被他气晕过去。小祖宗啊，你还火上浇油！你对朕的后宫做了什么？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难怪他的妃嫔都不争风吃醋了，他们为惠妃拈酸吃醋去了。能做什么？这后宫女人无数，陛下却只有一个，无非心灵上寻找一丝依靠罢了。王公公死死垂着头，心里不断着尖叫。哎呀，为什么要让我遇见这种修罗场呀？天哪！皇帝被绿了，皇帝的心上人勾搭皇帝的妃嫔，光是想想都要窒息的程度啊！全都该死！皇帝甚至分不清自己到底戴了几个绿帽子。难怪你从不争宠，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。合着你争的是朕的妃嫔，将惠妃拖下去杖毙，其他人等流放边关，永世不得回京。你杖毙他，所有人都知道你戴绿帽子啦。你杖毙他，所有人都知道你戴绿帽子啦。家丑不可外扬，你这个丑更不好养。陛下，这流放也好，杖毙也好，处置这么多妃嫔都需要合理的理由啊。而理由无法公之于众，而且惠妃有大皇子，淑妃有五皇子，他们的子嗣必定会求真相。皇帝难道要与儿子离心吗？况且这等丑闻，皇帝绝对不会想要传出去，他丢不起这个人。皇帝沉默，他是个冤种啊，这辈子再也不想选秀了。皇帝眼泪汪汪，陆昭昭眉开眼笑。我就说吧，宫里肯定有乐子。但凡惠妃是个男人，他都不至于这么憋屈。淑妃、秦贵人、林昭仪、江嫔打入冷宫，所有人不得探视。若外界流传出只言片语，朕便杀了惠妃。谢陛下，谢陛下开恩，谢朝阳公主。若不是朝阳公主，他们死定了。惠妃去庙中修行，终生不得离开寺庙一步，终生拘禁。皇帝压下杀意，大批量处置妃嫔，只会引得外界猜测。殿内静悄悄的，王公公低垂着头，不敢吭声，只恨不能找条缝钻进去。陛下不会杀人灭口吧？这是他亲自雕刻的玩偶，这是朕第一次收到如此朴实也如此用心的礼物，朕一直珍藏。他每一年的生辰礼价值连城，可唯独这小木雕让他暖心。江嫔有，秦贵人有，淑妃有，林昭仪也有，都比你的大，比你的精致，人家还是一对儿呢。皇帝爹爹，你这块是边角料顺手做的吧？陆昭昭的童言稚语狠狠给皇帝插了一刀，说完才想起王公公的嘱托，
小家伙又疯狂找补。昭昭的意思是，他又不喜欢皇帝爹爹，还给爹爹做了个玩偶，对爹爹还是上心的吧？劝着劝着，就见皇帝红了眼眶。他还是愿意哄哄你的，万一有几分真心呢？陆昭昭尴尬啊，怎么把陛下劝哭了？前年朕生辰，他说想为朕亲自画全家福，这幅画他足足画了半个月，还累病了。他把皇帝爹爹画得最丑，妃嫔们都好看，皇后娘亲最好看。突的想起惠妃几次三番接近皇后，惹得皇后斥责不悦。他还对皇后起过心思。上回吃饭，他的腿偷偷勾皇后娘娘的腿，他还想拉皇后娘娘的手手。皇帝气得捂住胸口，皇后几次拒绝，几次将惠妃拦在殿外，自己却将皇后推过去。昭昭，朕这一生从未有过自己的选择，朕只选了他，他怎能如此辜负朕？他替你照顾妃嫔不好吗？你一个人霸占那么多好看的姨姨，天家子弟要绵延子嗣，也要靠后宫权衡朝堂。那你活该，你无能才要靠女人权衡。真正的强者从不靠花里胡哨的东西。皇帝一怔，我竟不如昭昭通透。淑妃育有五皇子，惠妃育有大皇子，如今将他们母妃打入冷宫，只怕还要伤父子感情。你想点开心的吧。事到如今还能想什么？皇帝满脸苦涩。你不用维护和大皇子的父子之情啊，大皇子又不是你亲生的。有没有开心点儿？陆昭昭期待地看着他，他与皇帝对视，皇帝眼泪哗地落下。上次落泪是先皇驾崩，这次落泪是陆昭昭劝哭的。你怎么不开心？怎么不笑啊？你别哭呀！对不住王公公，对不住啊！把皇帝劝破防，劝哭了。那个惠妃娘娘生的娃娃早夭，她抱养来的。昭昭啊，谢谢你，有你可真是我的福气呀！不用谢，我还可以告诉你别的，你听吗？我知道可多秘密啦，那么多。那个先皇和太后的事，你听不听？要不要开心一下，听个乐子？陆昭昭神采飞扬，皇帝听得乐子二字，猛地打了个哆嗦。中午他入宫时萎靡不振，进宫寻乐子，下午他就绿了。不想听，朕什么也不想听。先皇都入土为安了，你放过他吧。陆昭昭嘟囔着嘴，我只是想让你开心点儿。昭阳公主，你劝陛下了吗？劝啦。奴才就说陛下最喜爱公主，听得进劝，陛下怎么样了？劝破防了，他想死。王公公呆滞地看着他。劝得很好，下次别劝了。昭昭，你父皇哭啦。我知道，唯有他亲自抓个正着，才会相信真相。其实太子隐晦地提醒过宣平帝，他毕竟是儿子，父皇后宫着火，他也做不到袖手旁观。可宣平帝太看重惠妃，再者此事未免过于离奇，宣平帝将他斥责一顿，还罚抄了文章。太子百般无奈之下，只能让母后避开惠妃。惠妃养育多年，迟早翻船，没想到翻得这么快。今儿进宫开心吗？开心，超级开心！今儿可精彩，可热闹嘞！惠妃娘娘勾搭嫔妃，被皇帝爹爹抓到了。皇帝爹爹心上人没溜，小老婆也没溜，他还不敢说出来，生怕百姓嘲笑他。许氏浑身发软，一脸惊恐。你说什么？多谢太子殿下。乖乖，昭昭今日没闯祸吧？娘，我今天吃到了大瓜。昭昭，秘密说出来就不是秘密了，陛下他会气死的。不能分享瓜，
真的很遗憾。唉，陛下的后宫被惠妃端了。许氏不由得靠近几分，听得更仔细一点，直到听陆昭昭吐槽完，许氏才心满意足地睡下。第二日一早，郑国公府便闹得不可开交。我不同意，彻儿是荣家独子，他怎能娶一个二婚带孩子的女人？我不同意，彻儿姐姐是皇后，父亲是郑国公，自己是郑国将军，权势滔天，竟选个二婚妇人，凭什么？我们舒瑶到底哪里不如他许氏？他怎么能娶别人呢？荣臻臻是老郑国公的亲妹妹，婆家是吏部尚书，她是周家长媳，周大人是她公公。上回陆昭昭去周家讨国债，她正好去庙中祈福，错过了。她命格极好，娘家婆家皆是厚道之人。大哥，舒瑶和彻儿是表兄妹呢，亲上加亲不好吗？你再诋毁芸娘，我便打烂你的嘴！还没提亲呢，你是不是想害荣家绝嗣？彻儿今年35啊，旁人35都做祖父了。彻儿不喜欢舒瑶，他俩性情不合，你瞎胡闹什么？彻儿不成婚，祖坟都挖了重埋。你若来拦。老郑国公瞥了他一眼，眼中满是威胁。荣臻臻突地后退一步，眼神惊惧地看着大哥。他大哥可是狠人，他这辈子最怕的便是大哥。我就是心疼彻儿，彻儿那是彻儿自己选的，彻儿为了他守身如玉到35岁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若娶不上芸娘，荣家也要绝种了。彻儿什么性子你不知道，他这辈子就不可能将就。少拿兄妹情谊绑架我，大不了不要你这妹妹，信不信我去你夫家吊死。